我这是穿越了，成了大楚朝即将被贬到边境的18皇子，一个倒霉的替死鬼。楚宁，楚王朝皇帝的私生子，一位在位18年，联合几个强势，被打成了个傻子。这次朝廷与大赵交战战败，需皇子赴前线安定军心，九死一生。太子为自保，将我这个私生子找回替他们，送死。你是谁？我要吃饭。一个傻子私生子，简直就是为国量身定做的替死鬼。带走。是。吃饭了，吃饭！这些皇子一个个贪生怕死，真以为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平民。既然穿越开启了新人生，我楚宁就会乖乖去当替死鬼，我要逆天改命，成就霸业。检测到宿主灵魂契合，觉醒全清天下系统。检测到宿主即刻被送上前线送死，解决眼前危机可获得系统奖励，掌握天下所有武学。系统，老天爷都在帮我。这次破局的关键就在我这便宜老爹的身上。18弟啊，从乞丐摇身变成一位皇子，父皇给你建功立业的机会，还不赶紧跪谢叩恩？如今群狼皇子已退隐进封为上层。感谢各位兄长台，能为父皇分忧，为大楚死战，是我的荣幸。此去，纵然马革裹尸，我亦无怨无悔，只求父皇原谅儿臣18年未能承欢膝下之罪。这宁儿像极了当年他母亲跟着我那义无反顾的样子。本该是父子重聚，可我明知道太子将他找回是为了送死，他却一心只想着如何为我、为大楚效忠。母亲生前常常教导儿臣，身为男儿，当建功立业，忠君爱国。此次为大楚分忧，为父皇分忧，正是完成母亲的遗愿，亦是儿臣的荣幸。快起来！好孩子，你娘把你教得很好，是朕没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朕对不起你啊！你出发之前，朕可许你一个愿望，你要什么，朕都可以答应你。父皇，儿臣只求能多陪伴父皇几日，尽孝膝下，不留遗憾。他不是傻子吗？难道他之前都是装的？没想到，就连我也被他骗了。父皇不可！如今前线危机，再拖延下去，恐怕要延误战机呀。就是，前线可是有很多将士还在等着呢。住口！你们是都当朕死了吗？儿臣不敢，父皇息怒。楚宁就是想出发前多陪陪朕，他有什么错？你们一个两个着急让他去送死，意欲何为啊？楚宁以皇子身份去往前线，唯恐不能服众。来人，宣旨，封18皇子楚宁为蓬莱郡王，赐平东将军，让府邸一座，特许在京城休整1个月后，再赴前线。父皇，若有异议者，则替他去往前线。好孩子，以后朕为你撑腰，没人能再欺辱你半分。谢父皇。当前危机破除，奖励宿主掌握天下所有武学。这一局我赌对了，实力才是硬道理。皇权斗争可比前线更残酷，虚到了前线就是掌握了兵权。既然到了这楚王朝，定有权倾朝野，做名垂千古的第一人。封为郡王，岂不是要让这个野种有资格与我们平起平坐？所谓的郡王不过只是虚名，想要在前线站稳脚跟，粮草、兵马、装备缺一不可，这些都绕不开银子。我要利用好这1个月的时间赚银子，赚到自己。既然他们都想让我死，这
第一笔军费就从他们身上拿。父皇，儿臣初到皇宫，为父皇和兄长准备了见面礼。一个泥锤子平民也配给我们送礼？嗯，还知道带礼物？你娘把你教的很有礼数。来，呈上来。这是，快给朕看看。这是当年朕赠予他母亲的信物，没想到他一直珍藏，还传给了宁儿。他怕是恨极了朕吧？你这礼物，朕很喜欢，朕也赏你一物。来人，此朕的佩剑。此乃天子佩剑，持此剑者，如朕亲临，无人敢犯。父皇，这剑不是要给……住口！太子是在质疑朕的决定。楚宁马上就要去前线，有此剑在身，方可节制阵前将士。不狗觊觎此剑多年，最后竟被这个野种拿走。这便宜爹，这是想让区区一把破剑就想打发我节制三军？要是真到了前线，天高皇帝远，我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倒不如……父皇，这礼物太过贵重，我看皇兄极有心意，不如转赠给皇兄。哼，算你识趣，不该你拿的东西别拿。父皇，难得楚宁有心，这剑放肆！此剑用来节制三军之物，怎么，太子是想要去前线不成啊？朕赐予你的东西，你怎可随意转赠他人？这老登还真是护犊子，可惜护的是个蠢货。父皇，儿臣知错了，正好儿臣以此为礼，向各位兄长赔罪。我知道各位兄长不缺奇珍异宝，这是我和母亲种植炒制的茶叶，希望兄长们可以收下。我当是什么？一把烂树叶子也敢拿来金銮殿，丢人现眼。18弟的好意我们心领，这茶叶自己收着吧。哥哥们这是看不上平民的茶吗？皇家眼界，这些逆子，就算他是替死鬼，那也是朕的儿子，真心送礼我也敢嫌弃。好了，朕平时教导你们兄友弟恭，你们都忘了吗？儿臣不敢。父皇，都是儿臣粗鄙，不怪哥哥们。宁儿是朕的儿子，没人可以看轻贬低他。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茶叶，朕替你的兄长们收下。赵明，把这茶叶给每位皇子分一分，必须给朕喝完。是。等出了大殿，就拿去喂狗。父皇，诸事已毕，也该退朝了。那退朝吧。等等，诸位兄长收了我的礼物，那是不是也得给我回礼啊？说什么？要我们给你还礼？对，皇兄没听错，我就是要你们还礼。作为皇子，想要什么东西就该说，这孩子有胆子。就凭你这点破茶叶，就敢当面要还礼？你哪来的脸？你们身为兄长，自然要还礼，连朕都回礼，你们岂能不回？宁儿，你可曾想好要些什么？父皇，儿臣新的宅院修缮打理、用度支出都负担不起，儿臣想和兄长们一样有自己私产，实在是……啊！太子，你赠宁儿东市2间铺木，再拨白银8000两，做个表率。其他皇子也都效仿如此，不许丢了我皇家的颜面。是。那为兄就送你城北的2间布庄，为兄送你绸缎珠宝100匹，
为兄就送叶明珠一对吧。感谢各位兄长抬爱，楚宁感激不尽。太子，只是收点利息，从今日开始，你对我做的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这才像一家人嘛！从此以后，你们要相互扶持，保我大楚百世繁荣。楚宁，你刚到京城不熟悉环境，朕派2名亲卫随你，任你调遣。好了，今日施病，退朝。恭送陛下。王八蛋，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楚宁这个野种，居然敢装傻骗本宫，就用这些破茶叶骗走本宫那么多东西！来人，把这些茶叶给本宫喂猪，喂野猪！皇兄何必动怒呢？一个将死之人是蹦跶不了几天的，不必费神。那把天子佩剑，无论如何都是要给本宫的呀！他就是一个野种，他有什么资格染指？那楚宁不过无权无势的虚名郡王，就是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跟皇兄抢东西。只要皇兄亲自去要，他还敢不给？说得对，那把佩剑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在那个野种手里。本宫就亲自去要。关羽、赵宇见过郡王殿下。没想到那老当还挺傻呢。这2人站姿如松，眼神锐利，明显是内家高手，莫不是放在我这里眼线？检测到可绑定武将，触发隐藏功能，中心锁死，可将关羽、赵宇中心值永久锁定100%，消除所有潜在异心，包括皇帝指令、宿主是否激活。你还有这功能啊？是。拜见圣上，此生为主上马首是瞻，刀山火海在所不辞。若有二心，天打雷劈。起来吧，从今往后，你们2人就是我楚宁最信任的人，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主上，如今府邸空荡，属下即刻去招募可靠下人，添置器物。不了，先备茶。估计一会儿太子殿下就要登门拜访。太子殿下初到京城，太子怎么会来这儿？自然是为了我手上这把象征天子的佩剑。此剑乃御赐之物，太子怎敢明抢？况且这剑的节制3军之权，只对前线将士有效，他拿去也无用啊。他要的从来不是兵权，而是脸面和自负。他认定楚军之位稳坐，这柄象征皇权的佩剑就该是他的，哪怕不用，也绝不可能落在我手上。而且他越是想要，越是能从他身上榨出更多的好处。这柄剑可是能换万两白银、千军万马的宝贝。你们且看着吧，估计他这会儿已经到门口了。太子驾到！太子真的来了！哟，太子皇兄大驾光临，臣弟有失远迎啊。18弟，你真是麻雀变凤凰呀！啊，刚封郡王就住这般气派的府邸，排场真不小啊！先是封王拜将，下一步干脆跑到本宫头上来吧。皇兄言重了，这次能认祖归宗，多亏了皇兄啊！哼，你还知道啊？啊！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本宫上谢礼了？皇兄想要什么？我想要的你很清楚。这把剑，父皇很早说过是要传给本宫的。演都不演就想明起，这把剑是父皇所赐，若是臣弟给了皇兄，父皇怪罪下来。哼，怪罪？你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好怪罪的？再说，
本宫拿东西跟你换，父皇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既然皇兄执意如此，臣弟也不敢违抗。只是前线凶险，粮草军器匮乏，将士们士气低落，臣弟确实需要一笔银子犒劳三军，稳定军心。银子而已，说吧，要多少？30万两，外加3家粮庄。楚宁，你疯了！你张口敢要30万两？皇兄息怒，这把剑乃是父皇亲赐，若是太过廉价，岂不是有损皇室威严啊？怎么？臣弟还是问问其他皇兄吧。等等，若是让其他皇子得了这剑，威龙必然压过本宫，这种事绝不能发生。哼，最多15万，再加2家粮。皇兄，不是臣弟不卖啊，若是让父皇知道皇兄来找我买这把剑，怕是……行了，30万两3家粮都给你，但是你要给本宫发誓，这件事儿必须烂在肚子里，否则本宫必将你活剐了。皇兄爽快，放心，臣弟打死也不说。来人，上银子！18弟，钱货2000。皇兄走好，千万记得慎用此剑啊，危险！闭嘴，关你屁事！这么多钱，我要发财了呀！比我想象的好赚多了。殿下，这可是天子御赐之物，你就这么给太子，这皇帝知道一定会责罚你的。快，现在去追，还能追回来啊！急什么？一把剑卖了30万两真金白银，血赚不亏啊！而且这把剑在我手里就是块烫手的山芋，只会把我变成活靶子。卖给太子套现才是收益最大化。你以为父皇不知道太子会来找我，早就在暗处盯着。若是太子能沉住气，说明他还有储君气。可他急着讨剑，张扬骄纵，回宫必定挨罚。让离前的剑再飞一会，先清点银子，这才是咱们的底气。昭明，你觉得宁儿心性如何？18皇子虽流落在外18年，但好在心性纯良。依朕看，这小子鬼主意多着呢，骨子里那股算计的狠劲，像极了朕年轻时蛰伏的样子。哎，陛下，楚宁殿下怎么能比得上您？您当年卧薪尝胆，破釜沉舟，运筹帷幄，那是开创盛世的大智慧。报，陛下！陛下，太子把您赐给楚宁殿下的剑带走了。什么？他把朕赐的佩剑给抢去了？这个逆子！去东宫把这个逆子给朕带来！陛下息怒！息怒个屁！朕御此剑是让楚宁拿到前线去装装样子，等楚宁战死了，那佩剑不还是太子的？但是他现在明抢了去，那就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啊！不，那剑是楚宁殿下卖给太子的。什么？楚宁敢把朕御赐的佩剑拿去卖了？卖了多少？30万两。逆子，两个都是逆子！朕的佩剑难道只值30万两吗？不对，楚宁从小就流落民间，他不明白剑的价值，情有可原。可是太子知道啊，分明就是欺负他楚宁不懂，把那个剑给骗了去。即刻传旨，太子为祝贺皇后寿辰，抄写经文，抄不完不许踏出东宫半步。是。等等，等楚宁得到太子的银子，再去宣旨。另外，把朕用过的那把亮银枪给楚宁送去啊！陛下不可啊！拥有此枪等于拥有先斩后奏之权，赐给楚宁殿下，怕是难以节制啊！你觉得楚宁敢把朕的御赐佩剑才卖30万两，他还能惹什么麻烦？赶紧去做。是。殿下，太子把您赐给楚宁殿下的剑带走了。什么？他把这次的佩剑拿去卖了？殿下，
蠢货就是蠢货。父皇的御赐宝剑，怎可用银子来衡量？此剑在手，本宫就是众皇子之首。哈哈哈哈哈哈！莫说是30万两，1000万两都值得。哈哈哈哈哈哈！陛下口谕到，儿臣接旨。皇后下院寿辰，太子需亲抄经文一部，抄完之前不得踏出东宫半步。赵总管，这抄经就抄经，父皇为何要软禁本宫啊？殿下是要抗旨吗？儿臣不敢。30万两，加上之前的产业，招兵买马的囤粮打造军械足够了。圣旨到！这么快就来了？陛下念你即将奔赴前线，为国尽忠，特赐亮银枪。谢父皇恩典。来，喝茶去。太子买剑被软禁，我敢收银子，那是不要命了。奴才不敢，奴才告退啊！周宇、关羽，你们说这枪能卖多少钱？什么？你还要卖？小点声，这传出去光彩吗？这万万使不得！此枪乃是陛下早年间使用过的，珍贵无比，绝不能卖。殿下，卖了皇帝佩剑，皇帝没有责罚，那是对郡王您的恩宠啊！要是咱卖了这枪，皇帝必然会动怒啊！动怒？他总不能真要砍了我这个即将赴死的皇子吧？再说了，我不卖枪，我拿什么去边疆？靠一枪赤胆忠心吗？如今前线粮草断绝，军饷拖欠，没钱没粮去了不就是送死吗？殿下，咱们要是缺银子，大可向陛下讨要啊！向父皇要？皇室哪有什么真正的父子情深？我那个父皇精得和猴似的，若他真看中我，能让我在外面流浪18年吗？我对他而言，不过就是一个磨砺太子的磨刀石，平衡朝廷势力的挡箭牌罢了。既然他们拿我当棋子，我为什么不能反坑他们一把呢？这枪既是天恩，也是警告。记住，没钱寸步难行，有钱千军可弃。不过我也能让他成为我手握兵权、登临高位的垫脚石。殿下看似贪财，实则全是为了前线军务，没钱没粮，空有身份也镇不住军械，这都是无奈之举啊！属下明白了，殿下深谋远虑，心系国家，属下愿为殿下奔走。那咱们这枪卖给谁？既然太子坑不了，我那几个皇兄可都是富得流油。走，上门挨个拜访。二哥，瞧瞧这亮银枪，父皇亲赐，先斩后奏，比卖给太子佩剑可厉害多了。15万两，二哥收了如何？疯了！太子买剑都被软禁抄经，我要是买了这枪，父皇不得把我禁足一辈子？得赶紧送走。好枪，果然是好枪啊！可这为兄也不能夺人所爱，不是？这也不能让18弟白来一趟啊！这样，来人！为兄这有1万两，要不你再去三皇子府上看看？得了，走，下一家。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三皇兄，我这有把枪，你要不要啊？郡王殿下，我家殿下不乏急症，无法见客。
这是6000两，您点点。可是这啊，三皇子说了，最多6000两，让殿下去找四皇子。行，替本王向皇兄问好，让他好生养病。哎，下一家。拿着这5000两银子滚蛋！八皇兄，整整是15万两。果然，这躺着挣钱不劳而获的感觉就是爽。殿下，属下该不会是在做梦吧？这皇子们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可怜的孩子，这是没见过世面，以后早点习惯。就是可惜了，这四皇子楚胜死活不开门。算了，下次再找机会坑他。走。哦，楚宁殿下又把您的枪给卖了。什么？逆子！逆子！这个逆子，他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朕的亮银枪可是当年平定天下的信物，是先斩后奏的兵权象征。他就这么拿去当街叫卖了？启禀陛下，郡王殿下并没有真正卖出亮银枪，他只是扛着枪挨家去拜访。诸位皇子也纷纷破财消灾，二皇子1万两，三皇子给了6000两，四皇子给了5000两，总计下来，郡王殿下足足敛财15万3千两。15万3千两！这帮逆子，现在战事吃紧，朕让他们捐军饷、捐军粮，一个个给朕哭穷喊冤。现在为了打发楚宁，倒是阔绰的很啊！好，太好了！赵明，奴才在。即刻传旨，喂，庆祝皇后寿辰，蓬莱郡王楚宁外，择日皇子一律抄写经文100卷，二皇子、三皇子、五皇子等人，每人捐银5万两，充作军饷。如有违抗，削去爵位，贬为庶民。啊，老奴遵旨。陛下这哪里是罚郡王，分明是借着郡王的由头敲打诸位皇子，收缴军饷啊！楚宁啊，楚宁，你这臭小子，倒还真是歪打正着，帮朕揪出了一帮藏私的皇子。你到底是真贪财，还是有意为之？主上，若陛下真的震怒，怪罪下来，该如何是好？是啊，主上，毕竟您这次变卖的可是皇上亲赐的神柄，这罪名可大可小啊。放心，我敢做，就有保不受罚，说不定父皇还得赏我。赏？这是为何？你们想，这把枪我真卖出去了吗？我只是扛着它转了一圈，这几个皇兄就主动送钱上门。父皇起初或许是气，但他很快就会明白，比起我卖枪，他更记得这几个随手能掏出万两白银的皇兄。如今前线战事吃紧，他们个个哭穷，打发我到阔绰。我这是在帮父皇摸清他们的家底，戳破他们的伪装。你说父皇该赏我，还是罚我？主上英明啊！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借卖枪之名，行敲山震虎之实。算不上算计，只能说是顺水推舟罢了。在这皇室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兄弟。他们打发我，我就顺水推舟，既捞了银子，又替父皇做了他想做却不好明说的事，一举两得呀。卖剑卖枪总算有了第一笔本钱，但打仗消耗战，拼的是国力家底。前线一旦僵持，每天都是金山银海往里填，必须让钱生钱才行。对了，铁若能掌控冶炼锻造，不仅兵器甲胄可以自给自足，打造农具可保后勤。如今战斗将起，民间谁家不备些铁器？破损修缮的生意源源不断，这是条活水。四皇子，这个铺子我不卖。那可由不得你，今天你不卖也得卖，给我砸！这不是楚胜吗？走，过去瞧瞧。
老东西，别不识抬举。现在是堂堂四皇子要买你的铺子，这是你的福气。四殿下，这铺子是我父亲的毕生心血，也是我们一家的生计所在。您这与强抢又有何异？这天子脚下难道一点王法都没有吗？本王在这儿便是王法，少废话，立即拿来，要不然今儿小娘子你与本王回府，好兄弟，给脸不要脸，不进饭！放开他！放开他！放开我！放开我！他的腰肢好软。多谢公子。楚宁，你怎么会在这儿？四皇子好大的威风，光天化日，强抢民产，欺凌妇女，真不怕传出去，丢尽皇家的理念？楚宁，你坑了兄弟们的钱，还让太子皇兄禁足，你居然还敢大摇大摆的上街啊！卖贱买贱你情我愿，何来坑一说呀？再说了，太子被罚那是父皇明断，四皇兄是对父皇不满啊？本王不想跟你多废话，本王今日其实是来买铺子的，没空跟你闹，让开。巧了，这铺子我也看上，皇兄想要，那得看皇兄的本事。别以为仗着父皇的恩宠就可以无法无天，本王今日便教教你什么是规矩，什么是体统。来人，给我打！打死了算本王的。殿下，我拦住他们，你先走。今日你们谁都别想走。上！人！怎么回事？人怎么突然就倒了？难道是父皇派了高手暗中保护这野种？哟，四皇兄，你这几个人好像不太经事，还继续吗？今日有不明势力在上，还是先走为上。楚宁，你别太得意，本王今日心情好，就不跟你一般计较了。我们走。哟，四皇兄这么不小心，这铺子地滑，你可小心啊！走，慢走啊！小女子多谢公子出手相助。举手之劳，我这四皇兄平日横行惯了，今日也算小惩大戒。方才我说买下这铺子是真心的，我出钱再传你们新的炼铁之法，你们出铺子和人手，盈利你7我3，怎么样？殿下，皇子经商哪有只取3成的？您还倒贴本钱气数。我只要兵器和粮草，不克扣匠人。如果二位信我，咱们就合作，怎么样？王婉信您，但是利钱我们3成足矣。为报大恩，王婉愿入府侍奉殿下。若是人在我府中，也方便我随时查探冶炼的进度。正好，平时我府中就我们3个人，也冷清，有萧姑娘作伴正好。啊，对了，这是我研究的冶铁之法，还劳烦萧伯今夜辛苦为我打2把兵刃。放心，草民这就去办。殿下，今日得罪了四皇子，恐怕明日弹劾您的奏章必会送到御前。我只有1个月分秒必争，没时间陪他们演这些宫斗的把戏。我楚宁要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赚钱、入兵、屯粮，谁敢断我财路，就掀了谁的桌子。准备一番，明日陪我一同进宫。对了，还有件事，我们要多做准备，以防万一。
殿下英明，属下这就去安排。皇兄，您要为臣弟做主啊！那个野种不仅抢了我铁匠铺，还将我打成这般模样。好你个畜！就是想让他去当个替死鬼，没想到倒让他仗着父皇的宠爱爬到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了。皇兄，此子断不可留，我要不要找人？蠢！要杀就明杀，当着父皇的面令他逆死罪。皇兄，你的意思是，我们当众揭发他私铸兵器，再参他一本私蓄兵甲，意图谋反之罪，而我便是发现他的阴谋，却惨遭他毒手的苦主。没错，明日你将铁匠铺妇女抓来佐证，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我就不相信父皇容下一个可能谋反的儿子。好，臣弟明白，我马上去办。皇兄，求你再打我一次，越重越好。一时皮肉之苦，只要能弄死楚宁，让他永无翻身之日，我甘愿受罚。望皇兄成全。四弟，这皇兄可真是下不去手。我打！皇兄，你打得太重了。这一次，楚宁，本宫要你百口莫辩，人赃并获，万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父皇要为儿臣做主啊！父皇，生儿，你为何伤得如此之重啊？是楚宁，昨日他强闯儿臣在成都的一家铁匠铺，强行要铺中铁匠为他私铸兵刃。儿臣本想制止，可没想到18弟他纵容手下，将儿臣毒打至此。父皇，四弟一律劝阻，绝无刁难之心。可18弟他硬是凭借父皇宠爱，便不把兄长和法度放在眼中，还请父皇为四弟做主。太子，老四，你二人所说非同小可，可有什么凭证啊？父皇，我这一身伤便是最好的证据。难道儿臣会故意自残，去谋害18弟他吗？父皇，18弟自幼流落民间，身上沾染些市井陋习也尚可理解，可当街殴打皇室兄长，私铸兵器，已是触犯国法。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大楚皇室无规无矩吗？是啊，民间长大的，少了皇家的教育，如此行径传出去，岂不令我大楚皇室蒙羞？陛下，蓬莱郡王归京不过数日，便接连生事，若再如此纵容下去，京中恐怕再无宁日。臣恳请陛下严加管教。诸位爱卿所言其是，楚宁近日行事确实有些过分。那依诸位所言，该如何罚他？儿臣认为，应即刻收回楚宁的督办军需之权，按律应该斩断双腿，断了他谋逆的心思，如此方可彰显法度，以儆效尤。臣附议。啊，那就依诸位爱卿所言，道明，拟旨啊。是。不必劳烦父皇拟旨，本王来了。四皇兄还有诸位大人，好大的阵仗，告御状也不知会本王一声。儿臣参见父皇。你来的正好，老四还有太子参你私铸兵器，无谋不轨，还当街殴打兄长，你有何辩解啊？父皇明鉴，昨日分明是四皇兄率众持械强闯儿臣铺屋，儿臣是被迫自卫罢。至于私铸兵器，更是无稽之谈。死到临头了，你还在嘴硬？你强占民产，私设公房，铁证如山。本王正是为阻你铸下大错才亲赴现场，而你却把我残害至此。四皇兄空口来话，何有证？就知道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传人证！铁匠铺萧氏之女萧婉婉。
父皇，此女便是18帝抢占铁匠过原主之女。四皇兄，这是何意？她不过就是个无辜女子，她能知晓什么？何必将其卷入其中？怎么，18帝你怕了？可惜啊，太晚了。父皇，儿臣可以用性命担保，婉婉姑娘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婉婉姑娘，莫怕，你将你昨日所见。楚宁如何在铺中私铸兵刃，一五一十的向陛下和众大臣说个清楚，本王会保你全家平平安安的。陛下面前务必据实而言，你父女性命皆系于你口。是，私铸兵器，确有此事。父皇，您听到了吧？人证俱在，楚宁罪不可赦。陛下。人证物证俱在，蓬莱郡王罪责难逃，私铸兵器谋逆大罪，请陛下即刻下旨，严惩不贷。楚宁啊楚宁，任你奸猾似鬼，这次也死定了，看你还能如何翻身？萧氏，你指证蓬莱郡王私铸兵器，可有证据？具体在何处？所造何物？民女所指证的私铸兵器之事，确有此事，但私设工坊，暗中锻造军械之人，并非蓬莱郡王殿下。你说什么？真正抢占民产、私设工坊、暗自锻造军械之人，是四皇子楚胜。暗自锻造军械之人是四皇子楚胜。太子肯定会盯上他们父女。你今夜同赵宇一起，将来拿人的刺客灭口，然后再扮作对方，带萧掌柜去见太子，让他们以为一切尽在他们掌握。注意，不要被认出来。殿下英明，属下这就去安排。正是四皇子以我父亲的性命做要挟，逼我今日上殿做伪证，构陷郡王殿下。真正在城西山脚下私设军坊，私找工匠，锻造数百支刀枪者，正是四皇子楚胜。民女怀中有他在府中所发工坊令牌、物料、画押单据，请陛下明鉴。贱人，血口喷人！父皇明鉴，他在诬陷我，是楚宁指使的他。四皇兄刚才还以性命担保，婉婉姑娘句句属实，如今怎么变成胡说？伪造证据，谁不会？父皇明鉴，父皇。真相如何已然清晰，是四皇兄自己私铸兵器，心中惶恐，见儿臣接手铁匠铺后，才急不可耐地构陷儿臣，妄图将脏事泼在儿臣身上。不，父皇，儿臣没有，儿臣是冤枉的，儿臣没有私铸兵器，一定是楚宁，他伪造证据陷害儿臣。我陷害？四皇兄，证人是你亲自带上殿的，证词是你逼他说的，证物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众目睽睽。父皇和诸位大臣亲眼所见，本王如何构陷于你？父皇，四皇兄楚胜触犯国法，为了掩盖罪行，竟逼迫民女构陷兄弟，欺君罔上，铁证如山，其心可诛。望父皇秉正国法，以己效尤。父皇，好一招将计就计，后发制人。老四这蠢货做事不干净，被人拿捏住把柄，反倒是楚宁这小子身处绝境，竟能瞬间反转，这份极致与打碰。倒是真有朕的风范，可惜大赵强敌在前，前线还需楚宁去扛。楚生和太子终究也是朕的儿子。好了，今日之事朕已明了。老四、太子，儿臣在，儿臣在。你二人不查究竟，便妄动干戈，弹劾兄弟，确有不当。尤其是老四行事孟浪，才惹下这般风波。罚你二人回府闭门思过1月，抄写太祖训诫100遍。谢父皇。哼，18弟，这一次是本宫失察，下一次必定查个水落石出，死无对证。就算父皇知道是我做的又怎样？有太子皇兄罩着我，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这老登这是想息事宁人，今惹了这么多人，若是放过他们，
恐怕我走出金銮殿就会变成尸体。楚宁啊，今日你殿前应允，虽情有可原，但言语过于激烈，咄咄逼人，失了敦睦之气。念在你受了委屈，朕不予追究，都是一家人，免伤了和气。此事就此作罢，今日都散了吧。慢着，楚宁，朕说了，此事作罢，你还要如何？父皇，若今日婉婉姑娘不曾反口，如今跪在这戴罪的就是儿臣，儿臣的处罚恐怕没有闭门抄书这般轻松。皇子犯法，庶民同罪。楚宁，父皇金口已开，你还想逼宫不成吗？儿臣不敢逼宫，儿臣只求一个公道。若今日父皇不能依律严惩主谋，以正国法，那儿臣你要干什么？楚宁，给脸不要脸的野种！你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从泥地里爬出来的贱货！你别以为披了身皇子皮就可以在大殿上耀武扬威，你也配！那儿臣便自己动手。求公道！楚宁，你敢当众弑兄！方才那一刀，竟让朕生出天崩地裂的错觉。这小子的杀法狠厉，远超朕的预料。四弟，楚宁，你疯了！朝堂之上，陛下面前，你竟敢公然弑兄！我既然敢杀人，就自然有办法能脱身。父皇，儿臣自幼与母亲在民间相依为命，养育之恩大于天，儿臣绝不接受由他人侮辱母亲。楚胜此贼，辱骂儿臣是野种，便是辱骂父皇的皇室血脉。他辱我出身，我可忍；他构陷于我，我可争。但他视国法为侮辱，以君父为可欺，其罪当诛。儿臣殿前失仪，擅动兵刃，侵扰圣家，罪无可恕。不管父皇如何处置儿臣，儿臣绝无怨言。只是在受罚之前，儿臣有一物，诚与父皇预览。取你的刀来。断了！太神奇了，太厉害了！这什么兵刃啊？什么神兵啊？哪来的？全是神兵，此刀坚韧锋利，胜我大楚将士手中兵刃10倍。有此力气，何惧大赵铁骑？父皇明鉴，此乃儿臣昨日棘手铁匠铺，命其工匠以儿臣机缘所得心法锻打而成，其坚韧与锋利程度胜过大楚军中制式兵刃10倍。好，不愧是我大楚的皇子。父皇，儿臣昨日盘下铁匠铺，就是为了验证此法，此乃儿臣献与父皇、献与大楚的一份心意。只是此法出城，儿臣想待工艺成熟之后再献于御前，却不曾想四皇兄不闻不问，便带人强闯，横加阻挠、诬陷、构害于儿臣，以至于儿臣未能及时禀明，反酿成今日之祸。褒姒跋扈愚蠢，今日即便不死，日后也难堪大用。死了也罢。倒是楚宁杀伐果决，能屈能伸，更献出此等宝刀。楚宁比楚胜的废物强出何止100倍。即便如此，你今日行事也太过鲁莽了。
金銮殿上兄弟相残，你成何体统啊？你这一刀痛快是痛快了，你让朕如何给你收场啊？儿臣知错，儿臣一时激愤，犯下如此大错，愿领任何责罚，以儆效尤。罢了，事已至此，不宁，儿臣在。你殿前失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朕命你集合全部工匠，全力督造，以此新法锻造之兵器。若做不到，我质量不及今日所现，两罪并罚。楚宁当殿杀了老四，父皇不仅不责罚他，反而放权让他铸造兵器。父皇，楚宁杀了四弟，真的就这样放了他？你在质疑朕的决定？儿臣不敢。儿臣领旨，多谢父皇。至于武圣，构陷兄弟在前，出口悖逆之言在后，阻挠军国重器严制，实属咎由自取。说内务府按郡王礼制，从前安葬，其生前不法之事，交由有司核查，不得宽纵。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所有人不得再议。退朝。果然，对皇帝来说，看得见的利益永远比血脉更重要。你今日献刀可是立了大功，想要些什么奖赏？看来让掌柜连夜赶工锻出金刚刀，果然是对的。现在赚到银子，有了铁匠铺，接着就剩兵马和粮草了。但是现在勒令赶制兵器，得先招点人手才行。如若可能，儿臣想请父皇特许儿臣组建护卫队伍。就这些？你那柄刀的价值可比一支护卫队要重要的多，不再多要些？父皇能免儿臣死罪，已是开恩，不敢贪心。好，有这份沉稳便好。朕晚些时候便下旨，命兵部侍郎冯安国为你亲自招募亲卫，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待充军的死囚战俘，人手管够，任你挑选。谢父皇。好了，你回去准备吧。儿臣明白，儿臣先告退了。蓬莱郡王其实挺聪明的，光是石巧夺下四皇子铁匠铺这一招，就足够令人惊奇。郡王殿下这方面倒是和陛下您很像呢。马屁精！楚宁胆小归胆小，可是他的这股聪明劲儿还真是像极了朕。可惜啊，朕没能亲手培养他18年，不然他能比现在更优秀。行了，这件事就此了结。老四自己惹的祸，被楚宁杀了也是他自己活该。公之认为，把老四底下的脏东西清理干净，不管如何，不可影响到楚宁上前线的事。老奴遵旨。你说这些年，要是宁儿没有流落在外，留在朕的身边，朕把储君之位给他，朕是不是就能早些卸下担子，颐养天年了？陛下这是动了换楚的心思。楚宁这么好的孩子，真让他这么去送死，是不是有点可惜了？陛下想要楚宁殿下留种？太子今日在金銮殿的表现，朕很不满意，优柔寡断，只知构陷兄弟，难堪大用。若太子真是养废了，这皇位留给孙辈也不是不行。赵明啊，你即刻去查京中所有王公贵族、大臣府邸，凡有适龄待嫁女子，都一一给朕报上来。是。朕要给楚宁寻一桩婚事，
楚宁人可以去战场，但这种必须留下。此乃太傅孙女，年方28，饱读诗书。年龄太小了，而且太傅他不会同意。这是户部侍郎的女儿，年纪正好18，而且尚未出阁。刘爱卿，不行，那老东西脾气太臭，朕可不想惹他。哎呦，你这个老东西狡猾呀！你只让朕选，你在这偷懒啊！你倒是给朕说个合适的吧。陛下，老奴确实有一人选。前朝皇族后裔沈氏之女沈婉莹，其长相绝美，素有大楚第一才女之称，而且沈家世袭郡主，与18殿下的身份也能对应得上。前朝后裔嘛，倒是可以借此拴住楚，绝了楚宁夺嫡的心思，老实备战。对了，这个沈家是不是一直与这冯家交好？我记得沈家老家主战死沙场之后，一直是冯安国这个老东西帮着前后打点。哎呀，赵明啊，还是你更懂朕啊！这一下就不怕冯安国不听楚宁的话了。好，即刻传旨赐婚楚宁与沈婉莹，待完婚之后再去战场。是。殿下，我们已经成功与全京城7成铁匠铺达成合作，估计只需不出5日，便可打造出装备800副。这锻造的效率比我预期还是低了，不过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锻造技术，这事还真是急不得。不过等店铺运转起来，资金回流，银子也就不缺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帮本王搞定护卫的问题。朝堂上这么一闹，不知道多少人盯上了本王。宿主触发新任务，成功收服8000名士兵作为护卫，可获得奖励天宫开悟全解。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此前改变炼体技术，凭借只是零星记忆，靠反复试错才能成功。天宫开悟记载了5000年各种工艺炼制方法，有了这书，我造兵器就不怕抓瞎了。圣旨到。18皇子楚宁愿为国效力，朕深感欣慰，特许其组建亲兵护卫队伍，并特赐婚沈婉莹郡主。待完婚后，前往前线。恭喜殿下，居然可以与堂堂沈家千金结为连理。恭喜个鬼！还有不到1个月，本王就要去前线，这时候不让我招兵买马，让我结婚，这婚约8成有问题。而且沈家堂堂世袭郡主，怎么可能看上我一个私生皇子？就算看上我也不敢娶。兵马粮草才是本关键，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跟本王搞定亲卫队伍。备车，本王要去兵部驻地。
木兰，你的心乱了。这不公平啊！婉莹，你才貌双绝，京城多少贵公子喜欢，如今只能嫁给那个替死鬼皇子。可是皇命难违，沈家又能怎么办呢？哎，我爹是兵部侍郎，我这就回去求我爹，让他恳请陛下收回成命。木兰，不可！此番赐婚，明显是知道沈冯两家关系交好，让冯伯父安心听那18皇子调遣。若是此时抗旨，恐怕会惹怒龙颜，这两家遭殃的。可他此去前线，必然凶多吉少。你若是嫁过去，岂不是给他守寡？对了，我们可以去找那个楚宁啊。他要是去前线的话，必然需要很多东西。我们给他一点好处，这样就让他自己去找陛下收回这桩婚事。这倒也是个办法。沈家虽不进朝堂，但在大楚也掌握了大量的粮草。若是他识相，我沈家自然可以资助他些许。那正好，陛下今天下旨让我爹帮助他建立亲卫队伍，现在他肯定在兵营挑人呢。我们这就去。木兰，我……下官见过蓬莱郡王，不知蓬莱郡王驾到，有何贵干？现在前线告急，我听父皇说有不少俘虏和死囚用于充军，都是冯侍郎在看管。我想从中挑选部位。殿下，这些可都是些亡命之徒，桀骜不驯，凶性难改。殿下要是组建自己的亲卫，不妨下官在军中为您择优挑选。冯侍郎，陛下命你协助组建亲卫，选什么样的人是本王自己说的算。把囚犯花名册给本王拿来。殿下，这其中不乏俘虏和重刑囚犯，共计9700余人，都在此册了。9000多刺头，这群桀骜不驯的亡命徒才是最能打仗的精兵，正好直接完成系统扩区任务，赚翻了。不用选了，这9700人本王全要了。小胖，殿下，这其中不乏敌国的汉族和叛乱余孽，个个都是极难管束。这么多人，殿下您……那就先去把领头的人给我叫来，立刻！兵部的人都是心高气傲，只服拳头大的，他不会真以为兵部的兵能听他调用吧？但是我看他那番自信的样子，说不定真有什么办法。骁骑校尉冉明见过郡王殿下。好，都听清楚，本王乃18皇子楚宁，奉旨赶赴边关抵御大赵。从现在起，你们所有人被本王征调。又来个镀金的皇子，想拿咱们的命？还铺路呢？你有问题？现在谁不知道前线断粮了？跟着你一个没打过仗的皇子，不就是送死吗？就是啊，咱们这帮人去了也是天勾的命。王子，我们还想混呢。好，既然如此，关于我们走，这可没有我想要的人啊！本以为兵部和死囚营里关着的多少是些有血性的战狼，没想到今日一见，原来是一群只会窝里呲牙的野狗。叫着说什么呢？你什么东西？什么说话呢？真是说够了没有？郡王殿下，台下这些人虽然是戴罪之身，但是也都是军中儿郎，将士好汉。郡王殿下此言辱人太甚，今日若是不给我等一个合理的说法，恐怕难以服众啊！
就是啊，殿下，我砍的脑袋比你吃的馒头都多，一个刀都没拿过的人，凭什么收门呀？对啊，凭什么？就是唧唧歪歪的。就凭本王敢去，你们不敢？我承认我没上过战场，我也承认我怕死，但我更怕有一天我儿女问我，当你国门破了，你在哪儿？从小我娘就告诉我，男儿立于世，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一个皇子都敢自愿请缨赶赴战场，你们呢？你们的同乡弟兄骨头都烂在边境了，人却在这畏畏缩缩，都不如我一个手无缚鸡的皇子有勇气。看着我，本王问你，若大赵踏破了我大楚的边界，你们的妻儿都会沦为奴隶，这是你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本王最后再说一句，如今大赵的刀已经架在我大楚的脖子上，但凡是有些血性的，就给本王站出来。1个月后，随本王出征。本王在此立誓，必承尔等先锋之任，直插大赵亲腹。末将愿追随郡王殿下，奔赴前线。原以为殿下是贪生怕死之辈，选得我等来做护卫，没想到殿下有此等宏愿，刚才对我得罪，冉明愿追随殿下赴汤蹈火。妈的，整这出，只要你小子不骗咱们，老子跟你干！我也跟你干，咱们这条命早该丢在战场上。愿追随郡王殿下，杀赵狗，救大楚。都在手，跟我走！杀赵狗，救大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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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听他说这一番话，居然有些心跳加速。检测到冉明中心值高于90%，请问宿主是否绑定武将？绑定。绑定成功，冉明中心值自动锁定100%。受冉明影响，兵营全体士卒对宿主忠诚度上升20%，收服护卫完成，奖励天宫开悟全解。天宫开悟可是记载了5000年工业智慧的神书啊！改进冶炼，革新装备，甚至制造这个时代没有的利器都不再是空想。假以时日，我的军队装备将彻底碾压对手。冉明，末将在。本王知你当年血战边关，独你一个人杀出重围，是真正的男儿，真血性，真豪杰。本王再问你一次，可愿随本王再赴边关，替你那些死去的兄弟讨个公道？末将愿为殿下前驱，此生此命，但凭驱使，必将这仇寇之险祭奠，重报在天之灵。好，本王给你半个月时间，将这些士兵死囚编练成军。这次再赴边关，不仅是赴死，更是建功立业、封妻印子的机会。你们全力辅佐冉教尉。末将领命。没想到冉少尉这等悍将，居然也被他3言2语收复的死心塌地。这家伙好像真有点本事啊！这不正说明他的话确实说到人心里？之前是我们真的小觑他了。婉莹，你不会看上这家伙了吧？胡说八道！走吧，去打个招呼。楚宁殿下，二位是？殿下，这位是兵部侍郎之女冯木兰，而这位是沈家大小姐沈婉莹，您的未婚妻。见过沈郡主。按照礼数，今日该是我上沈府拜访才对，不曾想在这儿遇上，真是失礼。殿下言重了，反倒是殿下在忙于国事，小女子来此打扰了。刚刚听闻殿下在训话，当真是鼓舞人心，令人敬佩。刚才看你在台上讲话，没想到你弱不禁风的样子，说话倒是有一套。冯姑娘才是，巾帼不让须眉。好了，不跟你绕弯子了，我们今天其实是来……父王殿下，
郡王殿下，方才好大的威风！末将听闻，殿下欲将死囚与兵部两家子将同编成军，此等安排成何体统？岂不辱没了我兵部将士的身份，玷污我大楚军旗？何青云，你少在这里煽风点火！他是哪根葱？何青云，工部尚书何鹏的独子，整日缠着我与木兰。哼！冯木兰竟对其他男人如此在意，连我都未曾见过她这般神色。连沈郡主也对他如此青睐，一个将死无用的皇子也配跟我强与人，正好给他点教训，再去太子殿下面前请功。哼！哦，看来又是一个太子的草包走狗。何公子，你是对本王的安排有意见？不错，殿下此举实在很难不让人怀疑，莫非是殿下没能力统领我大楚虎贲之势，只敢用死囚代替，方便掌控？更何况打仗靠的不是嘴皮子，若殿下有真本事，不妨拿出点真本事给大家伙看看啊！你想如何？简单，弓马骑射乃是我将者之根本。本公子今日奉父之命，造新制禁弩，送兵部验收。殿下若真有雄心壮志，不妨和本公子对赌一局，就赌射术。若殿下胜我，这300弩500弓，本将做主，全数赠与殿下。若殿下不慎落败，只需当众承认自己无能，不配执掌兵权。这弩被做了手脚，看来他想要借机让我出丑，动摇我的决心，还想我的命。真是个没脑子的蠢货。不过这批禁弩的工艺倒是不错，正好陪他玩玩。顺道把工匠粮草全坑过来。不够，赌注不公平。如果我败了，则是动摇军心；而你，则是付出一些本就该交付兵部的军械。你真当本王好欺负？你还要什么？除了军械，再加5000担粮草，还有工部制造这些军器的20名核心工匠，全部归我要钱。好，就用我的禁弩，一言为定，绝不反悔。蠢货，等你拉弦炸膛，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哼，爽快！那就请沈郡主和冯姑娘做个见证。楚宁，你可不许丢脸，我看好你。冉明，射吧！我要让将士们看看，我带你们去北境，靠的是真本事。是。殿下，他如此自信，恐怕有诈，不如让属下去比。不必，他想财物，在女人面前显摆自己，光是那点隐约还不足以让我动心。我要的是要诱他入局，让他知道人心险恶。喂，何清源，你是男人不是？让楚宁拿一把制式弓，跟你一把弩比试。我们只是说要比射御，又没规定非要用弓还是弩。郡王殿下若是想用，可以自己弄一把弩来。不过殿下放心，我不会让你输得太难看的。没关系，这样才能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嘛。殿下，制式弓是给老将用的，殿下若是拉不开，工部倒是有给孩童制造的软弓。老大，这郡王殿下能赢吗？那何青云的剑术在咱们营里边可是排得上前5的。不知道，但是看郡王殿下如此自信，应该有所倚仗。且看吧。兄弟们，压住压住啊！压何青云的前方我这边，压郡王的前方他那边。我压住，我压住，我压住，我压何青云，我压何青云，我压郡王。哎呀，怎么比？看到百步外那棵系着红绸的树了吗？林中共有3个指定点位，路径不同，我们各自选一条，先抵达射位，方可拉弓。谁先射中3箭，便是胜者。规则简单，我喜欢。殿下可别忘了，我要是赢了，木兰妹妹可是要陪我夜游京城的。谁要陪你？楚宁，你必须给我赢。虽然你们俩都很讨厌，但我更讨厌他。如果你赢了，我就答应你，撮合你和婉莹姐。木兰，
这妮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是真是性强。撮合就不必了，但我若侥幸赢了，沈君主管我底下人吃喝怎么样？好，我答应你。既然都准备好了，准备开始。为了追求红木兰，我可是拼了命也是攻守。一个替死鬼也敢与我争斗，定要你丢尽脸面，将你皇子的尊严都踩在脚下！现在还要跟我比吗？赢了！婉仪姐，你看到了吗？楚宁太厉害了！牛王殿下赢了！没想到这牛王殿下居然如此擅长这射御之术，这比兵部最强的攻手还要强啊！那咱跟着他，是不是真有混头也说不定啊！哎，这牛王殿下可是威武啊！刚才的搅拌只是激起这些士兵的血性，现在这些人看到这番实力，更加真心愿意臣服于他。现在你还要跟我比吗？不可能，这不可能！你的长弓怎么可能赢得过我的金弩？定是你做了手脚！何清源，你连楚宁都比不过，还想约我？做梦！去死！偷袭！殿下，殿下！他居然徒手接剑！殿下，殿下，啊！何公子射死人了！杀人了！殿下，楚宁，你王殿下，好疼！楚宁，殿下，你怎么样了？没受伤吧？殿下，别推我！疼！殿下，装像一点。不是，你别碰瓷儿啊！你伤哪儿了？我疼，但我说不上具体哪块疼，就是浑身上下都疼。华秋云，你竟敢暗箭伤及皇子，此乃死罪！今日你休想离开！跟我没关系啊，这是意外。我明明瞄准他大腿，怎么会往胸口钻？我只是想教训他，可没有想让他死啊！而且刚才他明明接住了我的剑，难道我失忆了？不得无礼！我这伤啊，没有1个月，怕是好不了了。只能上书父皇，让何公子这种年少有为的俊杰替我出征啊！不，殿下不可！要是让第二个陛下知道是我影响了前往前线之事，我就死定了。在下也略懂医术，要不我帮你看看。休想对殿下无礼！婉莹，这可怎么办？要不我去军营把军医给找来。木兰，别着急，这家伙做戏给咱们看的。
啊？何公子，殿下今日是因与你比试才遭此意外，殿下的玉体受损乃是事实，若是陛下问起，总要有个交代才是。对，何清源，都怪你非要与楚宁比试，害得现在受了伤，你得负责。我今日确实青云鲁莽，致使殿下受伤，请殿下明示，如何才能弥补？哎，何公子，我相信何公子是无心之举，本王岂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除了赌约之外，您再随便给个30-50万两汤药费，还有粮草、补品什么的就够了。你狮子大开口，你臭不要脸！你狮子大开口，你臭不要脸！哎呀，何公子杀皇子了！你别胡说八道啊！本以为这个坏家伙只会用皇子身份压人，没想到意外的积累，赢了赌约还能另外白赚一笔物资，他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哎呀！行，我给行了吧？但是我现在身上就只有2万两银票了。这又何妨？银子、粮草本就不是一时之间能凑齐的，不如让我沈家做个见证。何公子回去告诉何尚书，待物资集齐以后送到郡王府去吧。他在帮我找机会坑何清源他爹，皇帝给我找的这老婆还挺上当。可这是要让我父亲知道了，定会责怪一番的。哎呀，你看，殿下让你伤成这样，若是传出去，说工部尚书独子蓄意谋害皇子，这不相当于把把柄送到了何尚书的政敌手中去吗？倒不如拿些物资私了算了。好，沈郡主言之有理，我这就回去找父亲，筹备物资送到郡王府上。殿下，你没事吧？楚宁，你装的也太像了，把我们都骗过去了。兵不厌诈，今天多谢沈郡主帮我打配合，这个人情我记下了。婉莹今日前来，其实是另有要事，殿下不如进一步说话。我跟你直说了，殿下，今日我其实是为了退婚的，毕竟上战场嘛，九死一生，不愿意也正常。既然殿下心里有数，那就好说了，只要你答应向陛下提出退婚，我沈家在你出征前愿意提供些许的粮草作为交换。你沈家有粮？我沈家虽然不进朝堂，但在民间根基夯实，掌握着大楚最大的私粮粮仓。我沈家愿意提供15万担粮草作为退婚的补偿，殿下意下如何？钱粮兵马，解决钱和兵马，刚还在发愁怎么解决粮草问题，这就来了。沈郡主很是上道嘛，不过区15万担粮食可不够，本王要120万担。120万担？不行，你倒不如去抢。抢可没这么快。120万担太多，最多30万担。啊？沈郡主区30万担就想打发本王，也行啊。反正这婚约是陛下定的，我也不想出这个头。毕竟结婚对我也没什么坏处啊。你120万？不行，30万担。沈郡主讨价还价这么不诚心，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退婚，想留在我身边吧？你无耻！沈郡主，我知道你们觉得楚赵此战难有胜算，但我不这么想。我要粮，不仅仅是为了私心，我要那些兄弟们跟着我回家。他这副认真的样子，也太让人把持不住了。
120万担实在太多了，纵使我沈家一时之间也难以凑齐。就知道沈郡主人美心善。我楚宁虽不是什么君子，但我说到的事一定做到。我想知道，你真的要以一己之力对抗大赵的30万大军吗？谁说我一个人的？现在不还有你吗？婉莹，怎么样了？哎，你脸咋这么红啊？可能是这日头有些晒吧。晒吗？今天这一趟不仅解决了兵马，还筹集了粮草，哼，简直是太值了。沈郡主、冯女侠，本王还有些事就告退了。哎，麻烦你帮我照顾好她，本王现在可不能没有她。啊？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才没有呢，我只是觉得他似乎并没有打算去送死。陛下，老奴刚得了消息，今日楚宁殿下与工部尚书之子何青云比试弓术时，被何青云的弓箭所伤。什么？好大的胆子！敢对朕的儿子放箭！楚宁是怎么应对的？楚宁殿下似乎没有大碍，反倒是靠着碰瓷耍无赖，从何青云那儿坑了不少营养补品。虽然方法有些卑鄙，但是懂得顺势而为，没吃亏就行。可是郡王与何青云商议，点名要何鹏亲自上门，将钱和补品送往郡王府。他这是想连何青云他爹一起坑啊！好，不愧是朕的好儿子。想要得到的东西，别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一定要得到。谁叫他何家自己没教好儿子，被宁儿坑了，他也只能认栽。对了，沈家那丫头是不是也去找宁儿了？听影卫回报，两人似乎还私聊了一番，具体交谈内容不知。但是沈郡主回到兵营时，神态妩媚。这小子有点手段啊！朕刚给他赐婚，他就把人家姑娘拿下了。哎呀，这小子杀伐果断，聪慧过人，连这对付女人的方法都跟他爹一样厉害。父皇，儿臣求见。他来找朕做什么？让他进来吧。进！儿臣见过父皇。宁儿，今日来找朕，何事啊？儿臣请父皇与沈家退婚。退婚？这沈家是名门望族，虽无实权，但底蕴犹在。与沈家联姻，这在朝堂上也是你的一个倚仗。你有何不满吗？不，沈郡主国色天香，才学过人。但儿臣此去边境九死一生，不敢耽误沈家千金郡主的婚约。就因为这，你是朕的儿子，怎么连争一个女人的勇气都没有啊？父皇明鉴，儿臣不是不敢争，而是不能争。哦，皇祖父当年鼎定天下，允许沈家即前朝皇族安居京城，此乃彰显我皇族的仁德之举。如今逼迫沈家下女，恐有损我皇室的人名。而且眼下大楚与大赵交战，前线急需粮秣，若沈郡主因婚约心生怨怼，断了共粮之念，恐因小失大，误了大事。宁儿，你处处为朕，事事为大楚着想，可是你也应该多为自己想想。与沈家结亲，在朝在野都是不小的助力。儿臣多谢父皇关怀，但儿臣既已决意为国效力，便再无儿女情长。若真要成婚，待儿臣他日侥幸得还，再谈不迟。
这小子该不会是猜到了我给他赐婚的目的了吧？这么百般不忍。罢了，既然你执意如此，可是圣旨已下，天下皆知，骤然废除，有损我皇家颜面。这样，婚约暂不解除，你与沈婉莹改为订婚，待你北伐归来再论。你看能接受吗？我都这样还不答应退婚，这婚约绝对有坑。儿臣多谢父皇体恤。还有事？父皇，儿臣离京前诸事已大致备齐，今日又琢磨了一些新花样，能助我大楚战胜大赵。还请父皇明日有片刻闲暇时间，移下府中，亲临过目一二。哦，有什么东西要朕亲自去看？谅儿臣卖个关子，等明日父皇来了便知。朕知道了，朕明日会去的。那明日儿臣在府上静候父皇，儿臣告退。这臭小子，才几日不见，都算计到朕的头上了。哼，不过就是想借朕的势压一压何鹏，好让他要东西罢了。那陛下，您是去还是不去？去，当然去。这小子主动落子，想算计别人，朕就想看看还有没有资格上朕的棋局。废？难道陛下想废了太子，让楚宁加入夺嫡之争这盘棋局？殿下，属下有一事不明，与沈家联姻，沈家便与殿下利益一体，筹措军粮军资，岂非名正言顺？但是殿下为何要答应沈郡主退婚的交易？辉远，你是觉得我错过了一个拉拢大家族的机会？我早就跟你说过，前线战事紧急，父皇不催我买粮买兵马，反而赐婚本就不合常理。如果我答应婚约，沈家会成为众皇子拿捏我的软肋，所以至少在明面上，我和沈婉莹关系不能太好。现在这个合作购置粮草的关系就正合适。属下受教了。那咱们之后需要做什么？人粮靠着铁匠部开始有起色，兵马由冉教委帮我训练，粮草嘛由沈家支持，加上我郡王府自行购买，前线足够用了。最后还是这个兵器问题。殿下是觉得这个铁匠铺的工匠不行？不是，这些匠人终究是以打短兵、以农具为主。如果真遇上攻城利器，恐怕只会两眼一抹黑。所以我们需要更专业的匠人。哎，前几日我才献给父皇的技术，工部的工匠今日就用在军事上，可想而知能力有多出众。如果有这些匠人，我们还愁什么装备啊？所以殿下你一直诱这个何青云入局，实则是为了和尚书。不错，何青云才多少油水啊？其父何鹏掌管着大楚的匠人和制铁材料，他才是本王的终极目标。殿下思虑周全，属下佩服。何家是太子的党羽，如果我坑何家，太子肯定会插手。去，让工方把此物做出来，所需材料和银两随时调取，务必在明日午时给本王做出来。黑魂啊！此物可是扭转战局的利器，我不要求威力大到能伤人，起码能让我听见响就够了。是，属下现在就去安排。太子殿下，你要替我做主啊！那楚宁哪里是什么皇子，分明是强盗，是土匪。还说这还不怪你？你大为父不知道他是给你设的局吗？他一个将死之人，你好端端的你找他干什么？不过是太子殿下找回来的替死鬼，如今不仅抢了陛下的偏爱，还敢骑到咱们头上。这个可恶的楚宁，打狗还要看主人的，分明是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殿下圣明，可我儿在众目睽睽之下伤及皇子，已成事实，
咱们赖不掉啊。这有什么的？他不是想要你们何家的钱粮吗？好，那我们就给他，而且要大张旗鼓，闹得人尽皆知。殿下的意思是，要让他在所有百姓面前丢脸，这样陛下不得不为了维护皇家尊严而惩罚楚宁。何鹏，明日本宫会随你们一同去。是。楚宁，你若老老实实在京城待着，那你还能活1个月。可你忍了本宫，那你就得死。儿臣欢迎父皇光临。宁儿，你穿成这样是做什么啊？这是戏服，父皇不必在意。关云，把东西拿出来。这是你要给朕看的东西？父皇，此物名为轰天雷，您可别小看这玩意儿啊！只需要1颗，便可杀伤3步之内的所有敌人。宁儿，你可知你刚才所说意味着什么？儿臣不敢欺骗父皇，有此物，我大楚便又多了1分胜算。儿臣愿将此物献给父皇。好，好啊！不愧是我大楚的福星啊！殿下，罗尚书携子求见。父皇，儿臣先去处理些琐事。你去吧，朕再看看你这份礼物。你不是说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这都剥得跟粽子似的，是轻伤？爹，他这肯定是装的，就为了讹咱们。老臣何鹏携犬子青云特来向蓬莱郡王殿下请罪。何尚书不必多礼，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这还连累何尚书亲自登门。殿下，这是35万两白银，以及一些调理身体的药材，表表歉意。何尚书，你这严重了，这些东西我就收下了。只是我的伤啊，恐怕难上战场。父皇怪罪下来，这该如何是好啊？这厮眼都不点了，就要明抢啊！此事皆因犬子而起，如有任何的要求，老臣定当竭尽全力。既然如此，本王确实有一桩难事，或许只有何尚书能解。如今前线战事焦灼，军械损耗严重，普通的将领难堪大任。本王想要公布3000熟工，随军出征。3000？我们工部登录在册的熟练工匠，加在一起的话，也不过是3500余人。殿下您一口就要走3000，是不是过分了？何尚书，本王本可以将你工部工匠悉数要走，却还给你留了500人，难道还不够善良吗？何尚书，本王不光要你工匠，还要你工部10万斤铁料。主娘，你别太过分了，全部工匠要走也就罢了，还要铁料。3000工匠关乎京畿工程之根本，若是因为人手不足出了问题，就算是殿下您也担待不起啊。何云，何尚书，如果你如此态度，本王只能上书父，请何家父子亲自上前线督导随军了。殿下，工部人员调度那得按规矩，凡大宗物料调配，最次那也得要经过东宫的核准。殿下您如此强索，下官不能从命。何尚书说的没错，10万斤铁，3000工匠，你张口就要搬空半个工部，威逼索要，视朝廷法度为何物啊？太子皇兄，
臣弟自幼生活在民间，确实不知道这朝廷还有如此繁琐的规矩。不知？好一个不知啊！在皇室不懂规矩就是最大的罪过，强索工部却不告知本宫，这就是越权。哦，可是工部乃至天下的官员，任免赏罚都应该由父皇过。皇兄如此做，难道要越过父皇不成？哎呀，初宁，你在质疑本宫啊？本宫奉旨监国协理政务，这工部之事自然管得。皇兄，您就不怕父皇知道，怪罪吗？父皇日理万机，岂会管你这点屁事儿啊？楚宁，你得清楚，在这京城有些事儿，父皇还真管不了啊。你觉得本宫若想让你在这京城消失，很难吗？皇兄教训的是，臣弟知错了。方才不还是挺硬气的？倒你是个上不了台面的野种，稍微一笑就被人形闭目。怎么，怕了吗？不是想要东西吗？好啊，那你就当街跪下，给本宫磕3个响头啊！跪3、跪啊，跪足了，跪到本宫满意了。2、1。逆子，你好大的胆子！参见陛下。父皇，你怎么来啊？好啊，好得很呐！朕的儿子叛越之后就要去边境搏命，朕的太子，朕的工部尚书，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逼他下跪。不是的，父皇，不是。儿臣知道了，竟是楚宁这狗杂种，他诬陷我。父皇，不怪哥哥，都怪我，你可千万不要怪哥哥。闭嘴，楚宁，你给我闭嘴！住口！你弟弟现在在帮你说话，你还骂他，你眼里可还有朕呐？父皇明鉴，是儿臣见18弟行事颇有僭越，有损朝廷法度，才出言规劝的。儿臣所做，全是为了维护您和朝廷的体统啊！维护体统，好一个维护体统！我看他楚宁平时行事虽然跳脱，但是句句不离前线，处处写起将士。他索要铁匠工料，为了谁？起来，宁儿，今日之事，你受委屈了。你说此事朕该如何处置？父皇息怒，皇兄所言亦不无道理，国无法不立。儿臣今日确实有思虑不周之处。何尚书掌管工部，如今大战在即，前线急需仰仗工部，还望父皇以国为重。你总是这般为他人着想，若是你的皇兄们也能像你一般想法，那就好了。罢了，太子，儿臣在。你身为储君，不辨是非，不训兄弟，当众折辱为国赴难的血亲，还胆敢越过朕办事，重则50大板。50大板！父皇饶命啊！父皇饶命啊！即日起，将你手中监国理政之权交于二皇子处理，你给我好好闭门思过。若是再犯，朕绝不容情。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知错了，父皇。父皇！何鹏，老臣在。朕念在你多年勤勉，且保留你尚书之位，罚俸3年，以儆效尤，3000工匠，按楚宁所需调配。另外，你何家自掏腰包准备20万铁料给楚宁。若是做不到，或是有半分遗漏或延误，朕唯你是问。
老臣谢陛下隆恩，老臣定当竭尽全力，不敢怠慢。父皇，何青云，你屡生事端，即日起革去所有职位，罚去看守城门，无朕旨意，不得擅离。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若是让朕知道有人阳奉阴违，或是对楚宁有半分刁难阻碍，朕绝不轻饶。都滚下去！儿臣今日多谢父皇。哎呀，行了行了，在外人面前装装样子就可以了，赶紧把你这身白布拆了吧。没办法嘛，儿臣无权无势，只能出此下策来骗点银钱和铁料。我说你小子，你要的人可不少啊！父皇放心，儿臣如今得了心法，不仅研制出了黑火药，而且锻造出的刀更是比前几日的坚韧3倍不止。父皇，这3000工匠更是如虎添翼啊！哎呀，好，你小子！哎，对了，你把你那些新鲜玩意儿研究出来，先做一批到宫里让朕瞧瞧。还有，晚上去宫里头陪朕吃顿饭。儿臣遵旨，恭送父皇。啊！现在兵马、粮草、银子、兵器都有了，就等着皇帝下令，出发前躺着等着就行了。殿下，我们名下店铺超过130家，而且营里目前还有1万士兵呢。这如今再增添3000工匠，这管理起来恐怕不简单吧？放心，我早就想到了，咱们管不了，找会管的人不就行了？小姐，按照您的意思，神府已经收购70万担粮食，但是那些粮商知道后纷纷抬高价格，恐怕以后要费不少银子呀。小姐，你看能不能和郡王殿下求求情啊？不行，这毕竟是我已经答应楚宁的，先从府库中预支一些银两，等各个粮庄的资金回流以后，应该就好了。啊，是。婉莹，反正那个家伙也没有完成约定，你何必对他这么好？约定就是约定，况且帮他的忙也算是投资了。我觉得他日后必定不会太差。也不知道那臭家伙到底有什么好，让你这样伤心。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郡王殿下，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拜访神府啊？自然是有事拜托沈君主的。啊！你狮子大开口，让婉莹筹措120万担粮草还不够，现在又要加重他的负担啊！木兰，听说沈府现在银两运转不好，不过都是些许小事，沈家还能应付，就不劳殿下费心了。我的确说过让你筹措粮草，但我可没说让你一个人扛下所有问题。我今天来，正好是来解决你的问题。那殿下有什么法子？今天我从何鹏那儿坑来了3000工匠和足20万斤铁料，再加上我几乎盘下了京城70%的铁匠铺子，现在资金回流了，那些利润足够解决你的问题。还有我从其他皇子手上得来的这些生意，我打算交给你打理，所得利润你7我3，怎么样？哎，你居然舍得吃这么大亏！我的银子只有换成粮草兵马才有用。我和神府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合作伙伴，我坑谁也不能坑自己人，更别说婉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只有沈府好好的，我才安心。你刚刚说的我明白了，这个忙我帮，就按你说的做吧。那我呢？你们俩倒是一往情深了，我怎么办？你能干什么？我怎么啦？我可是3岁学武，就连皇宫的禁军都不一定打得过我呢。好，刚好兵部那1万人，只有冉教我一个人训练，太花费时间了。你有空的话，就去帮忙。这没问题。那我的好处是什么？你个讨厌鬼！你们小心一些。开玩笑的。那个父皇叫我进宫回去吃饭，我先回去了。楚宁，你敢占我便宜？你给我等着！儿臣见过父皇。啊，今日贾也，不必拘礼。宁儿，现在1月之期过半月，朕让你召集兵马粮草，准备的如何了？托父皇的福，银子嘛靠着兵器生意赚了一些，只是这粮草还在筹措中。今日多亏父皇，让儿臣得了3000工匠随军。懂得借势，那也是你的本事。朕只是好奇，若是朕今天没去，你打算如何应对？老东西想干嘛？试探我？父皇，儿臣只会耍一些小聪明。您要是今天没来这郡王府那儿臣还不得跪在地上抱着和尚叔的大腿嚎哭，求着和尚叔和太子皇兄啊！你也不必自谦，你这些皇兄中有野心的不少，有手段能实现野心的可不多呀。有手段又能不恃才傲物的，懂得藏拙、韬光养晦的，更加难得。不知父皇说的哪位皇兄啊？朕只是一个当爹的，跟儿子随意聊两句罢了。哎呀，可叹呐，朕有这么多儿子，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托付。想找个人接下自己的担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宁儿，你说对不对呀？检测到皇帝楚怀对宿主的认可与栽培，宿主正式加入夺嫡之争。发布任务，让太子吃鳖，可以获得奖励系统空间，空间大小根据任务对象吃鳖程度决定，5日后结算。我去，这老东西果然不安好心。不过系统空间可是好东西啊，有了这个，我出征就能携带更多资源，必须狠狠坑太子。皇兄们各有所长，儿臣可不敢妄言。儿臣只是一心想守住大主疆域，所以父皇，贼眉鼠眼，你又看上朕什么了？现在国库空虚，朕的余库还要用来接济民生的，银子可是没有。父皇放心，儿臣现在确有一法，可以快速筹措一笔可观的军费，解燃眉之急。只是此法容易触动某些人的神经，所以想借父皇的天威。你想借朕的玉佩？正是。待儿臣筹措好银子，便还给您。父皇放心，儿臣赚到的银子一半直接交给父皇，让您接济民生，怎样啊？哼，
这玉佩可以，但你要惹出祸来，朕可不帮你说话啊。行了，饭也吃够了，赶紧滚啊！得嘞。陛下，陛下，出事了！蓬莱郡王拿着您的玉佩，召集了30名禁军前往东宫。这小子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居然敢主动招惹太子，随他吧。啊！朕也想看看，到底是楚宁这个磨刀石先死，还是太子这把刀先断。把东宫的东西都给本王搬走！什么人擅闯东宫？这位想必就是太子妃吧？18皇子楚宁，见过。18帝私调禁军，强闯东宫，该当何罪？嫂嫂您误会了，臣弟奉旨取东宫1年的俸禄充作军饷，父皇怕我办事不力，才特调禁军跟随。区私生子。若不是你带着禁军，本宫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原来如此，只可惜太子今日尚在祠堂思过，不在宫内。皇兄不在啊，没关系，我自己动手。来，拿。等等，18帝特意赶来，想必也累了。不如喝杯茶歇息一下，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嘛。门外候命。18帝今日来得实在突然，只可惜库房的钥匙不归妾身管，今日实在难啊。这可如何是好啊？父皇命我今日之事必须办理。否则必会重罚我。不过说起来，这偌大的一个东宫，珍藏的物件想必价值不菲吧？那是自然。18帝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嫂子的难处小弟明白，但今日之事，小弟必须给父皇一个交代。既然你这东宫拿不出银子，那就拿这些物件去抵债。这瓶子不错，工艺年份，起码价值上千两吧。失算，本想拖延到太子回来，没想到被他盯上了古董，不能让他得逞。18帝莫要开玩笑，这些古董字画都是太子殿下的珍藏。皇兄珍藏，那更得拿了呀。哟，嫂嫂怎么摔了？哦，嫂嫂不会想拉扯臣弟，然后诬陷臣弟冲撞嫂嫂啊？哼！哎，不过说起来，臣弟听说嫂嫂与皇兄联姻，是皇兄想稳坐太子之位才拉拢一家。你们虽有夫妻之名，却没有夫妻之实，不知此事是真是假？你别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那你能拿我怎么样啊？且不说今日本王是奉旨来的东宫，禁军的兄弟们可都看见了，是你留我在房间内的。这事要是捅破，传出去丢脸的也只是你和皇兄。他一个私生子，居然有这般霸气，比太子都要强。嫂嫂也不想让皇兄知道，今日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早就说了，拿这些古董字画去抵债，嫂嫂别误会。自己这么大一个美人在他面前，他居然想的是古玩字画。怎么？嫂嫂是嫌我没动手，失望了？谁失望？拿完东西赶紧滚出东宫！早这么说不就好了？进来，干活，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辛苦各位禁军兄弟了。关云，给他们1人20两银子。多谢王爷。好，楚宁，你要将本宫的东西拿去哪儿啊？楚宁，你要将本宫的东西拿去哪儿啊？你好大的胆子，还敢觊觎东宫之物！皇兄息怒，是父皇要用东宫1年的俸禄抵作军饷，这小弟也是奉旨行事啊。放屁！父皇何时说过要拿东宫之物抵债？依本宫看，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皇兄请看，这是父皇的玉佩。居然还真是父皇的玉佩！我最近明明都在祠堂老实抄经，什么事儿都没有犯，父皇怎么会又无缘无故罚我呢？不管，父皇已经罚我禁足，泄了我的权，不能再拉。也好，既然是父皇有令，那本宫自然会交出。今日就先请18弟把这些东西给本宫放回去，待本宫筹齐银子之后再给你，如何？皇兄，不是小弟我着急，是父皇着急。这前线的军饷和粮草还没着落呢。18弟，是听不懂本宫说话吗？本宫说了，请18弟回去，等本宫筹齐银子。18弟是听不懂啊。皇兄，父皇和我约定，今日必须筹措出军饷，等不了。给你面子好生说话，不给你面子一件东西也拿不了。禁军受皇命办事，我看今天谁敢动！今日楚宁是奉陛下之命，此事与他起矛盾，害得陛下怪罪，得不偿失。反正东宫的物件根本无人敢买卖，不如先放他离开，东西日后再讨回。好，楚宁，今日就先放你吧。就喜欢你看不惯我还干不掉的样子。皇兄，这就对了嘛。那小弟先告退了。关云，把这东西给本王拿走。哎呀，呀，你皇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哼，小弟先告退了，总有机会，我一定偿还。今日之耻，本宫记下了。抢夺太子收藏，攻略太子妃，太子吃瘪值加60，奖励系统空间值加90立方米，任务结算还剩4天。没想到攻略太子妃居然也能让太子吃瘪，这下有意思多了。为了我的边疆大计，必须趁着任务时间狠狠压榨太子。殿下，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看太子的脸色，估计轻易不会放过此事吧。关员啊，这赚钱不嫌多。你想啊，这如今打仗花钱如流水，一部分养老婆，一部分还要养兄弟，现在还得给皇帝爹分一部分。哎，不说了，主要是这东宫的物件，恐怕没人敢买，换不成银子吧？一般的商户确实不敢，但皇子就不一样，能让太子吃瘪的机会可是不常有。哎，你去沈府通知一下婉莹。是。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看来沈君主和我越发是心有灵犀了。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多亏了你给的银子周转，120万担粮草
已经全部提前采买完成，现在正存放在我们沈家的仓库里。真的？哎，我可又给你找了个赚大钱的生意。你是想让我帮你处理这些？聪明。我想以沈家的名义通知各位皇子参加明晚的东宫主题拍卖会，赚到的钱我一分不要，都给你。你只需要分出30%给我继续买粮草就可以了。我想知道，你之前都忙着搜集兵马钱粮，这次怎么突然就主动招惹上太子了？我有我的目的，但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你，保护好沈家的。我不是担心这些，我是有些担心你。我？我先走了，答应我不要回来。太子皇兄，真是巧了。二弟这么高兴，可是遇见什么喜事了？那可不就是有喜事吗？你看，这18弟欲在郡王府搞一个东宫主题拍卖会，这便邀了所有皇子参加呀。怎么，皇兄没收到邀请吗？什么？楚宁这厮竟敢卖东宫的东西！原来皇兄真不知道啊，那是臣弟唐突了。不过皇兄放心，等我从郡王府回来，一定带着宝贝回来让皇兄欣赏。那臣弟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是林飞烟那个女人让我放走楚宁的，楚宁转头就要拍卖本宫的东西。我问你，昨日楚宁都来和太子妃干了些什么？禀太子，昨日太子妃将楚宁殿下召进房中，便禀退众人。我等只听到一些异响。他们待了多久？太子回来前大约2刻钟。2刻钟？好啊！去你的！说，你和楚宁都干了些什么？殿下在说什么？妾身不明白。还他妈在装呢！说，你有没有做绿本宫的事情？难道妾身在殿下眼里就是如此不知廉耻之人吗？他娘的！本宫在问你呢，什么时候轮到你反问本宫啊？昨日楚宁来抢东西，是你让本宫放走他的，他今日就敢卖东宫的东西，还说你跟他没事儿，还敢反抗，我打！有本事你就打！你别忘了，你今天能坐稳这太子之位，靠的是我林家的支持。本宫叫你放人，那难道太子殿下不放人，本宫还能以死相逼不成？分明就是你自己管不住那个你找回来的替死鬼，现在人家骑在你头上，你却迁怒于我，好意思吗？本宫不管，反正现在楚宁在卖东宫的东西，若是被我那些弟弟买走，必定损害我东宫脸面。你是太子妃，这就是你的责任。听着，今晚你跟我去一趟郡王府，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哭也好，闹也好，必须把本宫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回，否则就是你跟楚宁有染，你清楚吗？太子妃，所谓太子妃，就是一个毫无尊严、任人打骂的玩物罢了。好啊，太子，既然你觉得我绿了你，那我便跟楚宁讲谢真宗。殿下，沈郡主，各位皇子已经到前院了。行，
那拍卖会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在这等太子来。你真觉得太子他有可能会来吗？太子极其好面，他可能会亲自来，来的也有可能是太子妃。不管来的是谁，只要跟太子有关系，就能让太子吃瘪。你心中有数标，拍卖会你不必担心。好。哎呀，是时候也该去洗个澡了。殿下，太子妃到了，请她进来。是。如此模样，成何体统？本王现在洗澡，不是这副模样，能是什么模样？少说胡话！本宫今日来是替太子讨回东宫东西的。嫂子也是可怜啊，一个弱女子居然被逼着上门讨东西。此事与你无关，直接说条件吧。究竟要如何才可让本宫把东宫的宝物赎回？本王是公平拍卖，大家都可竞价。如果嫂嫂的银子够多，自然可以全数要回。其他皇帝家境殷实，都提前准备。我一个弱女子，哪争得过他们？嫂嫂想要东西，又不想掏银子，那就看嫂嫂能拿得出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了。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反正也打算利用他报复太子。嫂嫂，如果拿不出东西，那就到前面和皇兄们竞价吧。等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反正我一个弱女子，先是被娘家强行嫁给太子，后来被这家伙冷落，现如今甚至动手殴打，从来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既然你想要，那我就给你。等会儿，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我这副样子，不就是你想看到的？现在装什么纯情？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嫌弃我？我没有，我总不能说我是为了太子吃饼才这么做吧？你不会是不行吧？那你就是觉得我不漂亮，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当然漂亮，嫂嫂倾国倾城，是男人都忍不住。我跟太子本就是联姻，他满心只有权力，不愿意碰我也就算了。而你，既然不是不行，对我也有兴趣，为何不出手？还是2次，上一次在东宫你只要了古董字画，而这次……嫂嫂，我别叫嫂嫂，叫名字。妃啊，手下我有婚约，反映这半个月为了我所需粮草兵马，费心费力，我得对他对沈家负责，更何况前线战事焦灼，我想好好活着，所以任何事都要排在前线后面。真的吗？真的。沈婉莹到底做了多大的好事，才能摊上这么一个好男人？好吧，我确实没有银子可以跟你赎回东宫的物件，不过我可以用情报来还。太子私底下与大赵一直有书信往来，此事恐怕连陛下都不知道。什么？太子勾结大赵？我只知道太子打算利用军情交换一些利益，还有过几日大赵便会派来使者跟大楚和谈。现在大赵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他们要和谈，而不是劝降，
肯定是前线情况发生变化，让大赵无法继续打仗。这对我倒是个机会，我有更多时间再进一步的积累资源。怎么样？这个消息可以吧？我会交换一部分古董和字画，让你回去好交差。楚宁，如果我真的从那个混蛋身边逃走了，无家可归，你会收留我吗？开玩笑，既然事情解决了，我就先回去了。问你一句，你跟沈婉莹亲过吗？问这个干嘛呀？嫂嫂问你话，回答便是，快说。姑且算是亲过吧。亲个嘴。脸。细碎如丝，浅色多色，你已血了，故意烧作一团火，一团火。流连放纵，晃动似墨，真情假意。别多想，只是谢谢你愿意让本宫赎回东宫的物件。你的衣服我穿走了，东西记得送到东宫来，否则我就向太子告发你，我们一起死。怎么办呀？怎么办？那个女人要是拿不回来东西，我那些弟弟们肯定要四处宣扬此事啊！怎么样？东西拿回来了没有？太子殿下恕罪，妾身只要回一半。一半？一半也好，总比全部要回来要强。爱妃身上的披肩是？啊，这是郡王殿下怕妾身受凉，特意送给妾身的。什么？怎么？太子殿下是又要拿出那番妾身与楚宁有染的说辞了吗？今晚妾身去找楚宁，不仅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这番回答，太子殿下可还满意？哼，爱妃说笑了，本宫相信爱妃不是这样的人，不必说这些气话啊。本宫命人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糕点，快去。不必了。太子殿下还是清点一番，楚宁送回来的东西是不是东宫出去的东西吧，免得出了问题又要怪罪在妾身身上。可恶！本宫定要联合百官上书父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拍卖东宫的物品，除了上交的一部分，还有足足30万两呢！天降横财！是吗？那还真是要恭喜郡王殿下了，不仅得了银子，还占了太子妃便宜。哎，婉莹，这话可不能乱说。是吗？他穿着你的衣服从内殿走出来，说我乱说。好家伙，这妮子不会是在吃我的醋吧？婉莹，这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正经，但我对你那是绝对的专情。是对我沈家的粮草专情吧？婉莹，好了，我承认，我和凌飞烟有一点小小的意外，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太子。那凌飞烟也是世家大族的千金，她跟太子虽然貌合神离，但是她能坐稳太子妃之位，说明她也不是好惹的。你最好还是离她远一点吧。再说，你就算是纳妾，也纳个知根知底的人，我又不反对。什么？没什么。告诉我呗。没什么。告诉我呗。我不。告诉我呗。我不。放心，
你对我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还有沈家的。大事不好了！好啊，楚宁，你敢欺负婉莹姐？我告诉你，有我在，别想打婉莹姐的主意。好了，木兰，你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哦，我跟百夫长冉明按楚宁的方法训练士兵，9700余人中已有2/3达到要求。冉明托我来问问粮草是否充足，他要按兵种分配。120万担，还差30万担，大概还需要1周的时间才可以筹足完成。不过，因为沈家大肆收粮，粮价涨了不少。没关系，筹粮要紧，钱不够就去我郡王府银库里取，再不够我找人要去。哎，你有什么事啊？啊，大事不好了！太子现在联合百官在殿前参殿下您呢。太子现在联合10几个官员，上书表奏，赵总管已经差人来传信，说让您入宫一趟。什么？看来8成是因为你私自拿了东宫的东西去拍卖，被太子当成把柄了。关云，把本王的佩剑拿来，本王要去进宫取钱。楚宁，你不会又要故技重施吧？陛下，本韩可蓬莱郡王楚宁，他带人强闯东宫，抢夺太子殿下私产，形同匪类。陛下，此次夺产之后，还召集众皇子公然拍卖，玷污天家体统，朝廷法度何在？群臣上书，看这次父皇还如何包庇你这野种，人证物证俱在，满朝文武皆看在眼里。众卿所奏之事，朕已明了。可楚宁毕竟也是为了大楚筹措军饷啊。陛下，郡王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犹未可知。若日后人人效法，这天下岂不是大乱？是啊，陛下，此风绝不可长，请陛下即刻下旨，收缴其非法所得，并严加惩处。蓬莱郡王到。他们溜醒杀人。儿臣楚宁见过父皇。楚宁，刚才众爱卿所奏之事，你认还是不认啊？陛下，铁证如山，有何可问？还请郡王殿下交出拍卖所得银两，全数充公。若郡王拒不交出，便是置国法于不顾。放屁！本王在外拼死筹措军饷，你们这群老狗在金銮殿上狗叫，也配跟本王谈脸面？你们哪来的脸啊？你什么你？本王是不是给你脸了？你吃的俸户部的银子，有多少钱是本王赚来填进去的？要是没有本王，你们连俸禄都拿不到。就算是如此，那也改变不了你强抢东宫，以下犯上，目无尊长的事实。是啊，陛下，郡王行为确已为治，还请陛下下旨，命其交出拍卖所得银两，以正国法。好一个国法，好一个严惩！你不要乱来啊！当着陛下的面，我们不怕你。钱就是本王的命，谁敢抢本王的钱？本王就自刎归天！宁儿，宁儿，把剑放下！这小子的架势还真是夸张。若是不知道这小子的真面目，朕都要被他给骗了。父皇，儿臣自回宫以来，如履不变。儿臣为何要钱？为何要粮？为的是前线10万将士的命，为的是我大楚的国门。可如今呢？儿臣一片担心，换来的什么？是攻坚，是构陷，
是要夺我父死换来的粮，这让儿臣怎能不心寒呢？我们只是想要银子，并非想逼他去死。他若真的自刎于此，那你我岂不成了逼死皇子的千古罪人了？哎，主娘，你先把剑放下，万事皆可商议啊！商议？你们可曾与我商议？你们要的是把我抽筋剥骨。也罢，既然这满朝文武容不下一个真心做事的皇子，那这前线儿臣不去也罢。这筹措的军资，尽管拿去分。十八弟不好！今天大概是百官对你有些误会，出征前线的事情已然敲定，岂可儿戏啊？够了，你的剑可以放下，你的钱朕不要。父皇，楚宁所言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我大楚边境之安危，岂能系于一人之财帛？传朕旨意，蓬莱郡王楚宁一心为国，其情可悯，其行可有。所筹银两悉数留作军资，然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满朝诸子，何况楚军？我太子楚威愿以100万两，6部堂官及以上，按俸禄加资，3日内凑足300万两，交予楚宁，充作北伐劳军之用。100万两，父皇，我大楚不能寒了前线将士的心，更不能让一人扛下所有担子。儿臣多谢父皇隆恩，定不负父皇所托。每次都能让这个野种占尽便宜呀！殿下息怒，楚宁如今锋芒正盛，又有陛下维护，再与其纠缠，恐怕得不偿失。反正下月他便要出征，届时天高地远，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殿下何必急于一时，再损自身？隐忍？你又让本宫隐忍？太子，是啊，本宫是太子，是储君，你却一而再再而三让我对那个野种退让，这口气本宫咽不下去，我也不允许任何人爬到本宫的头上。等等，这贱人最近似乎总在替他说话，正好他们关系不清不楚，可得找个机会试一试，不如就将计就计。罢了，爱妃说的也有道理，是本宫心浮气躁了。他毕竟是替本宫去死，本宫应该大度些。太子，这是什么意思？这样，为表歉意，就由爱妃你去送一份我们东宫的请柬，邀他今晚过府一叙，就说本宫必当面道歉，就由爱妃你亲自接待，以表诚意。妾身遵命。很好，告诉他务必让他前来，本宫准备了一份大礼等他来取。楚宁、凌飞燕，这次本宫要请君入瓮，将你们一网打尽，这东宫也该彻底清理了。拍卖东宫物品，解决太子党羽逼宫，攻略太子妃。太子吃瘪值加120，系统奖励空间160立方米，系统结算还剩2日。殿下，这是太子送来的邀请函，邀请你参加明晚的东宫晚宴，说是愿意拿出大楚前线布防图赠予殿下。我知道，分明就是黄鼠狼给击败你，没安好心。布防图我倒是不在意，但这说不定是个让太子吃瘪的好机会，错过就太可惜了。这场鸿门宴，殿下还是不要去了。不，我要去。凭我的武功，太子东宫那几个侍卫还困不住我。最糟糕的情况，我也可以找机会去求助父皇。那殿下是否需要手下接应？你带人在宫外等我，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直接去通报父皇。我倒要看看这太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记住，把这春风醉掺进楚宁的酒里。是，殿下放心。臣弟见过皇兄皇嫂，劳烦二位亲自相迎，实在是折煞臣弟。皇嫂还是这么的光彩照人。郡王过誉了。混账！这对狗男女，居然两人都特意打扮，倒显得本王像个拉皮条的小丑。不过我反而过了今晚，看你们还如何得意。18弟今日能来，本宫甚是欣慰。酒宴已经备好，请坐。皇兄在帖中说要将前线布防图赠与臣弟，不知……哎，18弟何必心急呀？今日请你来，算是为往日诸多误会，向你赔个不是。哎，爱妃，快给18弟倒酒啊！皇兄言重，过去之事臣弟早已不放在心上，也希望皇兄原谅臣弟之前的冒犯之罪。好，那是自然。妾身也敬郡王殿下一杯，多谢殿下前几日晚上的关照。当着我的面就敢如此，故意给顾上眼药是吧？吃，干！谢皇兄。来，再来！皇兄，这酒太烈了，臣弟觉得有些热。哦，你看，这许是18弟不胜酒力，无妨，今晚就在东宫歇下。不必麻烦，臣弟拿了布防图就回去。哎，这绝对不行！夜已深，你独自回去，本宫怎能放心啊？今晚你就在东宫休息一晚，明日我亲自将布防图送到你的手上。爱妃，快将18弟扶到寝殿休息。是，殿下。好热。这个太子到底给楚宁下了什么药？啊！你没醉？你是不是嫌弃我？我上次不就说过了吗？没有。飞燕，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等他带着人冲进来，说你我是的时候。这女人拿这个考验我干部，我妈那孙子耳朵估计都贴门板上了。别紧张，没用的。他给你准备的是春风醉，我也喝了，而且比你喝的只多不少。什么？这对奸夫淫妇狗男女，本宫要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进去到了没？本宫要在众目睽睽下捉奸。殿下，禁军副统领已经到了。好，走！楚宁、林飞燕，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本宫滚出来！太子皇兄，深夜访此，是有何要事啊？林飞燕人呢？皇嫂，臣弟不知啊。皇兄深夜率禁军至此，踹开房门，张口就问皇嫂，这是何意？皇嫂不应该在自己寝殿安歇吗？哼，你少给本宫装蒜！本宫明明听见了，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
定是你与那贱人在此苟且。来，给本宫搜，就算掘地3尺，也把那个贱人给本宫搜出来。启禀殿下，床下无人。禀殿下，屏风后也无。殿下，衣柜内只有衣物。什么？不可能！我明明听见他在这里。太子殿下，皇嫂好心亲自送臣弟至此，早已离去。皇兄认定臣弟与皇嫂有染，臣弟可万万不敢领受此等污蔑，反倒是要问问皇兄，你是如何判断臣弟与皇嫂有染的？还是说，皇兄早就认定了皇嫂不行如此不端之事？要不然，就是皇兄有什么特殊癖好，以此来构陷臣弟。你太子妃贤良淑德，怎会如此？定是本宫担心18弟醉酒，一时情急听差了。原来是一场误会啊！既然是误会，说开来便好。这天色已晚，臣弟实在是不胜酒力，需要休息。太子殿下，若是无事，可否起驾回宫啊？走！哼！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搜桌子底下？太子一心想着捉奸，注意力肯定都在床榻上，而本王就坐在桌前，禁军自然不会走本王脚下，当然躲得过。倒是凌飞烟现在还不回寝殿，就不怕皇兄杀一个回马枪？没关系，他毕竟还需要我凌家的势力，不会对我怎么样。但是他这样对我，可不打算放过。怎么样，有兴趣跟我合作吗？如果是为了报复太子，我很乐意。合作愉快，我先送你回宫。这个可恶的楚宁，这下不仅没有解决他，还把凌飞烟给赔上了。太子殿下好大的脾气啊！是你这个擅自过来，若是被别人发现本宫与大赵私下有联系，你我都得完蛋。太子殿下息怒，在下此刻前来，正是有一处绝好消息，且确保无人察觉。说，我大赵10公主已经启程前往贵国国都，不出3日便可抵达。飞燕公主要亲自过来，若是能得到公主的鼎力相助，何须再靠楚宁那个替死鬼？哼，大楚自己活够了，也莫怪本宫给自己留后路。公主此次亲至，正为此事。不过眼下还有一桩难处，还需太子殿下知情。何事？前方战事胶着，我军有一粮仓一晚起火，补给一时难以跟上，战线难以按计划推进。公主此行名为修好，实则还需要些许喘息之机，并筹措些物资。原来如此，放心，只要飞燕公主能帮我除掉楚宁，粮草之事本宫来解决。此次大赵派使臣来谈判，而且派赵国天才10公主赵飞燕亲自出使，明显来者不善。该派哪位皇子负责此事，方不堕我大楚声威啊？按礼法，当是太子殿下。哼，那个逆子最近干了混蛋事，让他去，还不把我大楚的脸丢尽了？唉，我的这些皇子只知道内斗，没一个可以提朕分忧的。要是这么说，其他皇子似乎也同样被陛下禁足，只剩下一个皇子了。宁儿，他最近在忙什么？朕好久没有见他了。楚宁殿下这半个月来一直在筹措银子粮草，训练兵马。多亏楚宁殿下上交的部分，这个月的军饷粮草都已备齐送前线。
翻遍整个宗室，能够担此重任的，恐怕也只有楚宁了。决定了，就让楚宁负责此事，传朕旨意，加封蓬莱郡王楚宁为鸿胪寺司兵，由冯安国协助来负责此次接待。下官领命。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彻底攻略太子妃林飞烟，让太子吃瘪。任务最终结算，奖励系统空间600立方米。总算完成任务了，是时候也该盘算一下接下来该干嘛。殿下，所有账目已清点完毕，各处商铺共得现银约2000万担。粮草方面，沈家交付约130万担，加上我们自行采买的，府库现存270万担。军械呢？军械已齐备，新式横刀9700把，强弓3000张，箭矢20万支。甲胄正在加紧赶制，已完成7成。9700余士卒，经冉校尉与冯小姐操练，一堪一战。不错，殿下，这银两虽多，但支出亦巨啊！这采买铁料、粮草、支付工匠玩家费、士卒饷银，损耗甚巨。虽说我们现在银两虽仍有结余，但若支撑到边境后的立足与打点，恐怕并不宽裕。可如今本金都投在生意里，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出征，恐怕等不到资金回流了，得想办法赚点快钱。但如今朝中的大臣都被我坑了个遍，现在满朝文武见到我都绕道走，怕是没人可以坑了。圣旨到！我蓬莱郡王楚宁暂领鸿胪寺司兵，总揽大赵使节应接待事宜，务须当我国威，慎勿失仪。钦此。恭喜郡王得了陛下赏识，全权负责与大赵和谈。儿臣接旨。殿下，这个和谈准备怎么办？和谈？如今我大楚前线新败，士气受挫，他们势头正盛，此时主动和谈，多半是前线出了什么变故，让他们不得不暂停攻势，甚至主动示弱来换取时间和资源。殿下英明啊！老东西，你一天到晚就会给我找事，这要是办砸，估计前线我就真去不了了。不对，如今朝堂上都被我得罪遍了，都怕我坑他们银子。既然他们不给，我就从赵国使者身上坑银子。哎呀，这好端端的父皇为何让我接待大赵啊？浪费我赚银子的时间。王大人，这都午时了，大赵使者怎么还不来？殿下，臣接到的消息确实是陈使道。大赵使者果然无礼，不等了，大伙儿回去休息。殿下，万万不可呀！万一他们突然到了，届时就是我朝招待不周啊！冯大人，既然父皇让我负责这次接待，那一切都听我安排，出了事儿，本王担着。哎，等一下，那好像是大赵的队伍啊！她就是传说中带领大赵军队杀穿大楚的大赵十公主啊！出发任务，让大赵来使吃瘪。任务成功，系统奖励免疫所有毒素。吾乃兵部侍郎冯安国，来者可是大赵十公主？正是本公主。本公主亲自前来你们大楚和谈，你们就派这些歪瓜裂枣来迎接本公主，是瞧不起我大赵吗？你们太子楚威呢？啊，陛下对我大楚太子另有安排，所以今日是18皇子楚宁负责接待。哼，你们大楚皇子本公主都认识，没见过你。公主殿下可能还不知道，大楚皇帝与野女子有染，想必这位皇子是太皇帝留下的风流债吧？好家伙，敢惹我！
现在想进城，给我掉层皮！你们大楚是无人了吗？派一个私生子皇子来迎接本公主。公主殿下，您误会了。本王也非常不理解，父皇为何将如此重担交由本王。直到今日见到公主才明白，大赵使团使者居然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毛孩啊！你说，私生子接小毛孩，是不是合情合理？你敢辱我？你们大楚是与我赵国想要血战到底是吗？血战？公主殿下，如果真想血战，大赵今日派来的就不是使团了，而是你大赵铁骑了吧？哼，胆识过人，可以，比你们朝廷那些只知道叩头的酒囊饭袋强出100倍。你有资格让本宫正眼相看。不过，本公主前来和谈，只是因为我大赵皇帝不忍得百姓落得战乱。蓬莱郡主，你可不要妄加猜测。既然是和谈，就得谈和谈的规矩。我大楚皇帝亲封的蓬莱郡主奉旨迎宾，你大赵使团迟到2个时辰在先，持械威胁本王在后，这就是你们和谈的诚意。本公主看得起你，休想得寸进尺。走，入城。慢着，本王让你进了吗？您刚才那一枪惊吓了本王，威胁我大楚的皇室，就想这么轻轻接过？还要如何？不如何？按照大楚的规矩，惊扰皇室，当杖责30，徒3年。但念在2国和谈，本王网开一面。你及你身后的这些下马、解剑、卸甲徒步入宫，另外每个人再交5万两过路费，不过分吧？殿下，朕……冯大人，你也觉得赵国公府挑衅我大楚皇宫无所谓是吗？楚宁，你欺人太甚！每人交5万两，你当我大赵虎贲是任你宰割的羔羊吗？信不信我即刻回头，你我2国战火重燃？公主，您误会，我大楚不说是地广物博，怎么说也是风景秀丽吧。再加上我大楚皇宫天下奇观，你特地来参观，给点门票，不过分吧？再加上，若是你前线真的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士气如虹，你会站在这和我谈规矩？哼，都是千年的老狐狸，装什么两寨？没必要。前线粮仓被毁，导致破裂，战线无法推进。我才想缓兵之计，难道被这个私生的皇子猜出来了？所以大楚公主，你是乖乖徒步入宫，还是就此折返？本王只给你3息时间。3，给他银票。是。公主殿下深明大义，请吧，下马，解剑卸甲，徒步入宫，让我大楚子民也看看你们大赵的诚意与风度。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朕的好宁儿，你这真是给朕长脸啊！大赵想进我大楚的土地，入我大楚的皇宫，就是应该卸甲不行。父皇客气了，儿臣只是尽了儿臣该尽的责任罢了。陛下圣明，选择蓬莱郡王接待赵国来使，确实是最正确的选择。宁儿确实有朕当年的样子。
要是朕其他的皇子有宁儿一半靠我，我大楚何愁不兴啊！宁儿，你立了大功，说，让朕如何赏你？父皇，奖赏就不必了，是不是该商量一下大赵的和谈之事该如何安排？哦，有道理。赵明，给宁儿和沈家丫头安排的订婚仪式，在什么时候啊？回陛下，就是3日后。瞧朕差点给忙忘了。宁儿此次立了大功，再加上订婚双喜临门，快备上厚礼，朕亲自上门祝贺。父皇，您不会是想把和谈的事儿安排在儿臣的订婚宴上吧？哎，邀请大赵使臣一起参加，正好是展示我大赵国风的好时机，一举两得啊！再说，朕也会亲自到场。怎么，你不愿意？没有，父皇如此安排，是儿臣的荣幸。那就这么定了。现在所有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排好楚宁的订婚仪式。让大赵来使吃鳖任务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免疫所有毒素。听说今天你把赵国公主拒之门外，狠狠地扫了她的面子啊！没想到消息传得还挺快的嘛。这么说，是真的了。干得漂亮！我早就看大赵那群人不顺眼了，今天你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哎，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啊？陛下打算把会见大赵来使和谈的事安排在咱们订婚宴上，连陛下都会亲自来，我怎么能高兴啊？3日之后便是订婚宴，我已经把宴请之人的座位安排好了。这么突然，你是未来王府的女主人，一切都听你的。既然赵国公主要来，那怕是要多添几张桌子了。他们不就2个人吗？加2张凳子就可以了呀。陛下要来的消息若是传出去，那所有的皇子、王爷、公主便都要来。不过这对你来说可是个好机会。怎么说？若要是陛下和赵国那边的人都要来的话，你的礼金岂不是能多收了？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哼，还是晚赢了结果。哎，你们2个注意点影响，我还在这呢。哎呀，飞燕公主的养气功还真是好，今日被楚宁戏耍成那样了，还能如此淡定。要不然还能怎么样？难道本公主要哭着来找太子殿下不成吗？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大赵不希望大楚与皇子战死在前线，可杀了楚宁，父皇还会派其他的皇子，你们的计划依旧不能得逞。如今你我两朝在和谈，大楚根本不需要派皇子上前线。倘若和谈顺利，何须再出楚宁那个替死鬼？本宫直接可以杀了他。上次看到太子殿下可不是这般气躁模样，怎么那个叫楚宁的家伙抢了你的老婆不成？此事不需要你管。那么太子殿下，你答应我的物资呢？既然是公主有求于本宫，公主是不是应该先给本宫点好处？不知太子殿下想要什么？本宫想要什么，你很清楚。倘若没有点好处，本宫岂会配合你？殿下，你只需要将前线的定襄城让给我朝，今后定襄城的2成税收便都是你的了。2成，本宫要4成。4成？你未免也太狮子大开口了。最多3成，超过了3成，我朝便用武力来夺取此城。好，3成就3成，但本宫有个硬性条件。什么条件？订婚宴，本宫不仅要你对付沈家，更要楚宁的命。
太傅县额田红玉手镯一对，户部尚书县金丝冠一顶，大理寺县丝甲一件。李边请，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沈夫人，里边请。新婚快乐！恭喜蓬莱郡主今日成婚，本公主今日前来，郡主不会不高兴吧？大赵十公主亲自祝贺，本王自然是欢迎。不过按照礼仪，参加婚礼是要准备贺礼的，不知大赵十公主可有待？放心，这点礼数本公主还是知道的。这是我大赵特产的雪参，价值万金。公主客气了，里边请。殿下，恐怕来者不善。今日是本王的大好日子，不宜多生事端。他若想安然喝杯喜酒便罢了，若有其他动作，本王自然饶不了他。属下去盯着他。陛下驾到！参见父皇。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不必多礼啊！把礼物拿上来。郡王殿下订婚大喜，赐珍珠10虎，绸缎100匹，战马1000匹，黄金10000两。上千匹战马，加上之前坑楚威的，足够组建一支几百人的精锐骑兵。多谢父皇。太子献礼补药100斤，韩王献礼补药100斤，齐王献礼补药100斤。恭喜18弟与沈郡主结成连理。恭喜18弟与沈郡主结为连理。这些家伙果然没安好心，都想等我在前线战死之后再将补药收回去。可惜小爷我没打算死在前线。诸位皇兄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快请。参见陛下。今日是蓬莱郡王的大喜日子，朕过来凑凑热闹，沾沾喜气。诸位不必拘礼。吉时已至，请蓬莱郡王和沈郡主入场行礼。蓬莱郡王楚宁英敏钟情，审视婉莹，真静慧雅，二人良缘，实称佳偶，朕心甚悦，特赐婚聘，一张天和。然楚宁矢志边陲，不日北征，国事为重，家里暂缓。今日先行应聘之仪，待其凯旋还朝，再择吉日完此良配。儿臣接旨。今日是朕的18皇子的订婚宴，大家不必拘礼，入座吧。诸位爱卿，开始用膳吧。且慢。哦，十公主，还有要事？早就听闻沈郡主是大楚第一才女，今日一见，见猎欣喜，想要敬你一杯。我也早已听闻大赵十公主骁勇善战，智谋过人。今天是本王的大喜日子，本王替未婚妻喝了这杯，大赵公主可有意见？今日是楚宁殿下与沈郡主的订婚宴，殿下当然可以代劳。公主可满意？
楚宁殿下海量，不过我今日前来是替我大赵皇帝出使大楚。不过本公主一直对大楚有没有资格与我大赵和谈，一直保持怀疑。那十公主认为该如何？我大赵一直有一难题没解，今日刚好第一才女在场，想请教一番，不知大楚皇帝意下如何？父皇，既然是大赵有求于我大楚，何不趁这个时机扬我大楚国威？我相信，以沈郡主的才华，绝对不会令我大楚丢尽脸面吧？没关系，有我在。既然陛下看得起民女，那民女就只能斗胆一试。好，不愧是大楚第一才女，拿上来吧。这5个坛子当中，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只可惜不巧，我养了2条5步蛇，都跑进了这个坛子里面。若是被这蛇咬中，5步之内必死。本公主只有一个要求，在不损坏花瓶的情况下，将这玉佩拿出来。5个坛子，2条蛇，3/5的机会能拿到玉佩，2/5的机会能被蛇咬。看来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难嘛。啊？哼，谁知道那坛子里有几条蛇？他们大赵的人没一个好东西啊！没准里面都是蛇呢。大楚第一才女，请吧。木兰放心，婉莹有我护着呢。怎么，郡主殿下迟迟不动手，是不敢，还是想不出这解决办法？此题我解不出。哼，大楚第一才女的名头名不副实。当然，在场诸位谁要有解决的方法，也可以站出来。难道泱泱大楚真的无人了吗？诸位爱卿，你们谁敢上前一试？诸位皇子呢？父皇，儿臣有些头痛。哎呦，那个父皇，我肚子痛。陛下，在下年迈，这可是5步蛇，万一他……陛下，臣和太傅一样年迈，若是被咬中，就无人替陛下处理朝政了。你们大楚的太傅和丞相也没有办法解决此事了，是吗？你们大楚当真是无能，难怪会败给我大赵，你们也是活该，大楚注定败亡。谁说我大楚无人了？18皇子还真是有勇无谋啊！这个情况还敢站出来，说不定因为要去前线破罐子破摔呢。楚宁，你做什么？那可是剧毒无比的5步蛇。放心，我心里有数。既然大楚无人站出来，那本王就为我大楚立威。父皇，既然18弟如此自信，不妨就让他试一试。
总不能让我大楚在外使面前丢了脸面吧？我已命人去寻五步蛇的解药，及时解毒，不会有事的。坛子里根本不是什么五步蛇，而是几乎绝迹的细鳞太攀蛇。等楚宁被蛇咬，解药无效，到时候谁也怀疑不到本宫身上。既然郡王殿下想试，本公主自然欢迎，请。不过，这道难题是你大赵的，要是本王替你解出来，拿出了玉佩，又当如何？若是郡王殿下拿到玉佩，那这价值连城的玉佩便归你所有。好。楚宁，这坛子里没有，他居然没事，肯定是走了狗屎运。这个也没有。哎呦，没摸着。怎么回事？不是说2条毒蛇吗？怎么一连2个都没有啊？不知道啊，赵飞燕在搞什么鬼？诸位，本王拿到了。厉害啊！你怎么了不起？这怎么可能？这5个坛子里明明都有蛇，为何不咬它呢？没事吧？没事。解药，快给我解药！公主，你自己的蛇把自己咬，这事儿传出去可成个笑话。这为何这毒蛇不咬你呢？在本王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本王想问问，紫毒蛇的真正来历。这蛇，我好像在典籍上看到过，似乎是叫细鳞太攀蛇，此乃天下第一剧毒。好啊，你不仅把每个坛子都放上毒蛇，还把细鳞太攀蛇说成5步蛇，究竟是何居心？飞燕公主，此事若是没个说法，朕不会留情。误会，这都是误会，是我手下的人说里面装的是5步蛇，所以我就认为这坛子里面就是5步蛇。既然是5步蛇，为何你的解药能解细鳞太攀蛇的？哼，此药是我大赵国师亲手所炼，能解天下大部分毒性，不管是细鳞太攀蛇还是5步蛇，只要服用此药都能解毒。父皇，传说那位大赵国师精通毒术，飞燕公主此话或许可信。是吗？既然如此，那就不是飞燕公主错了，不知是哪位首相负责此事啊？想清楚再说，不认可不行。此事是我大赵失察，请大楚皇帝陛下恕罪。既然是误，倒也是情有可原。不过既然是你的失误，本王险些命丧于此，此事绝不能就此作罢。不知蓬莱郡王想要如何化解此事？战马5000匹，银锭8000两，加上你们大赵边境1年赋税2成交给大楚，这事就此作罢。银钱先给够，
赋税可以先欠着。好。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是怎么避免那些毒蛇咬你的？简单，诸位请看。这是雄黄。没错，就是雄黄。众所周知，不管什么蛇都怕雄黄。刚好婉莹知道太傅大人喜欢雄黄酒，所以备了几瓶，我免疫所有毒素，区蛇毒不在话下。本来呀，十分凶险之事，这么轻易就让楚宁殿下给化解了，老夫佩服啊，佩服佩服！太傅过誉了，这件事啊，还是婉莹细心，提前做了准备，所以功劳给婉莹。这件事你倒是不必把功劳全推在我的头上，倒是你手上的雄黄酒，还是先洗掉吧。来人啊，端水来！两个人感情真好。大楚皇帝陛下，本公主此次前来，就是为了看大楚第一才女的本事。可刚才有楚宁化解，所以本公主对大楚第一才女的名头还是有所怀疑，所以带来了第二题。哦，看来飞燕公主对我朝第一才女的才能有所怀疑啊。正好，今日这么多大人都在，你有疑问，提出便是。本公主带来了一名文学俊杰，若是沈郡主的文学造诣不能让那位俊杰满意，那大楚便割让定襄城。哦，那若是沈郡主的文学造诣让那位俊杰满意呢？若是沈郡主的文学造诣让那位俊杰满意，我大赵退兵300里。好，能被你称为是先生，想必不是无名之辈了。不知是哪位？大蜀祢衡。祢衡啊，大蜀祢衡。祢衡竟是此人，这可如何是好啊？此人向来无礼，又仗着几分才气，肆无忌惮。今日这个订婚宴呢，怕是要毁了。这祢衡到底什么来头？传闻祢衡2岁识字，3岁能诗，6岁出口成章，10岁便闻名天下，有神童之称。不过为人狂妄无比，不仅拒绝了许多王朝的招揽，就连我朝陛下也曾被他写书讽刺。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勇的人，就没人治得了他，敢写词讽刺皇帝，这可是大罪。他毕竟是闻名天下的儒人，若是就杀了，便会让全天下的其他儒生文人认为我朝陛下没有容人之量，便不敢再来投靠。大楚皇帝是不待见此人吗？若是如此，我可以让人离开。让他进来吧。是。宣祢衡觐见。山人祢衡见过大楚皇帝陛下。朕早就听说过你祢大才子的名声，没想到今日居然能在此相遇。来人，赐座。不必了，今日前来，只是想见识大楚第一才女是否名副其实。长得还算可以，不过这大楚第一才女的名头是靠实力，还是靠色相得来的？放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胡言乱语！狂徒，世人皆知我祢衡为人，说句狂徒也不为过。
倒是你这无知妇人，不知为何如此着急？莫非知道她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所谓第一才女的名头，不过是靠这副皮囊换来的。你，木兰先生毕竟是闻名天下的大儒，不可对其无礼。哼，你倒是还有点见识。今日本山人便出一言考一考你，听好了。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天作棋盘，星作子。天地为局，星辰为子，气魄吞天阵，这如何能对呀？如此绝对，堪称千古绝对，如何能对得上？妙啊！此联如皓月当空，群星黯淡，就连大楚第一才女也……请陛下恕罪，民女无能。这对子很难吗？放在这个时代，确实没人对上，但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你少吹牛了，连婉莹都对不出来，何况你呢？大楚皇帝，此联无人能对，那是不是按照之前的约定，把定襄城割让为我大赵所有？定襄城乃是边境雄关，抗击大赵的关键所在呀！定襄城沦陷，大赵便可长驱直入，大楚危矣。诸位爱卿，你们这么多人，连个对子都对不上，臣等惭愧。此对乃千古绝对，臣等实在是无能为力，连个对子都对不上，区区大楚皆什么名？谁说对不上？本王来试试。哼，楚宁，你一天私塾都没上过，怎么你还会对对子？宁儿，莫要胡闹！父皇、母皇，儿臣这就要我大楚国威。好，既然蓬莱郡王这么有信心，那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对上这千古绝对。蓬莱郡王这一闹，我大楚的脸算是被丢尽了。无知庶子，连累我等也成了笑话。楚宁，别怕，我这就给你报仇。你说，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那本王就对地作琵琶，路为弦，谁人敢弹？好对子，真是好对子，简直绝妙啊！蓬莱郡王，没想到居然有如此文采。哼，区区楚华遗留在民间的私生子，侥幸取得了这名不其实的大楚第一才女沈婉莹。你能对上本山人的对子，想来也是侥幸。这么说你不服？是又如何？那就放马过来。好，听好了，只口心思，四军四国四社稷，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婉莹。四方桥桥四方，四方桥着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万岁爷爷万岁！万岁爷前呼爷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郡王殿下机智无双，此对实乃祥瑞，乃我大楚之福啊！郡王殿下忠君之情更是慷慨肺腑啊！明恒先生，快出对子对死他呀！看来你是没对子了，那本王出个对子，看你对不对得上本王的对子。哼，对子，本山人5岁便会，本不想以大欺小。既然你主动请教，那便听听你是什么对子。此乃千古绝对，你绝对对不上。见识浅薄，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人外有人。尽管道来。你且听好了，烟锁池塘柳。哼，这不是最简单的5字联吗？郡王殿下这下玩脱了。这有何难？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不对啊，这上联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五行偏旁俱全，意境更是清幽绝俗。就算勉强凑出来的句子，在工整度和意境上那完全匹配不了的。这竟是千年难对的绝对呀！是啊，这对联竟如此难对。不过祢衡是天下闻名的才子，又是司马先生高徒，定然能对出下联，定是如此。哎呀，这怎么可能？祢衡先生是闻名天下的才子，怎么可能对不住这下联？这怎么会呢？倪先生，本王等你许久，这下联请吧。容我再想片刻，就片刻。怎么，天下闻名的大才子对着本王区区5个字的上联，竟然半晌都憋不出一句下联？你方才口出狂言，羞辱本王是私生子，说与本王比试丢了你的身份，哼，要让本王身败名裂。如今看来，你才是那个徒有虚名、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陛下厚待于你，给你颜面，让你列席订婚宴，而你呢，非但不知感恩，而受小人挑唆，当众闹事，辱没皇家，搅乱宴席，此为不忠。身为文人，竟无半点才学底蕴，只会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靠这些虚名招摇撞骗，此为无术。心胸狭隘，容不得别人半分出彩，自己输了比试，便颜面尽失，此为无德。不忠不义、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也敢在本王面前卖弄风骨，还敢称才子？本王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破！这啊！郡王威我！殿下放心，我大赵会按照承诺立即撤军300里。哎，那是大赵和大主之间的约定，你的人弄脏了我这个地方，公主是不是得给个交代？此事确实是本公主考虑不周，还请殿下见谅。一句道歉就想把本王打发了？不知蓬莱郡王想要如何解决此事？祢先生是你邀请来的，他的贺礼你出，没问题吧？殿下想要什么贺礼？以祢先生的名气，还有公主的邀请，10万两不过分吧？可以，这银子我替祢衡先生出了。哎，不过祢先生刚才口出狂言，让本王的爱妃身心受创。你要知道，本王的爱妃乃是前朝后裔家眷，身份尊贵，你是不是得给个交代？殿下想要多少钱？开口直说便是。30万，合理吧？你怎么不去抢？既然你不愿意赔偿，那休怪本王无情了。30万两，对于沈郡主的身份也是合理。很好，公主果然有诚意。最后一件事，刚才祢先生对不上来的下半句，总得有个说法。殿下想要多少钱？直说便是。还挺上当。10万两，加起来一共50万两，怎么样？好，不过我要先打欠条。来人，笔墨伺候，让飞燕公主写下欠条。今天又让那个野种出尽风头啊！楚宁毕竟是我大楚的藩王，今日扬我国威，倒是殿下你身为太子却勾结异党，
陷害自己的弟弟，这手段未免太过下作。说，你心里是不是有着那个野种？没错，我不仅心里有他，我还想跟他双宿双栖。打！有本事你就打死我！滚！给本王有多远滚多远的！滚就滚，反正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合理，合理，合理！这个贱人竟然要跟本宫合理！我，一个女人而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最近收到消息，说楚宁一直待在军营，明天沈家会送一批粮食过去，那批粮食我要了。那可是500万担粮食，本宫也早就盯上了。哼，你我合作，一人一半。好。经过这几天的安排，本公主早就在京都城50里开外的地方安排了人手，只不过这批粮食数量众多，我只有数百号人，怕是完全吃不透。放心，本宫在城外有一支3000人的兵马，这一次本宫会让他们和公主的手下一起行动，拿下这500万担粮食。殿下，太子妃搬走库房所有东西，去哪儿了？太子妃似乎往郡王府的方向去了。什么？小姐，粮食已经全部装车，随时可以出发。准备出发吧。你们是什么人？居然敢动我沈家的粮食！废话少说，把粮食交出来！这些粮草可是要运往边境，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得罪朝廷吗？废话少说，杀了你！这些粮草就都是我们的了，又有谁会知道？动手！这么多担粮食，这么轻易就到手？这里可是帝都，我是蓬莱郡王的未婚妻，你们这样做，眼里还有王法吗？压下来！王法？本宫就是王法。楚威，你身为太子，居然构建异族，当街抢粮，那又如何？要怪就怪楚宁那个王八蛋处处与本宫作对，他还敢勾引本宫的女人。那今天我就以牙还牙，今日本宫就尝一尝我们大夏第一才女。无耻！敬酒不吃吃罚酒！住手！楚宁，赵飞燕，你好大的胆子！本王的粮草你也敢抢？楚宁，立刻投降，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哼，你觉得他会为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性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连我都会瞧不起他。哼，楚宁，不用管我，只求你日后庇佑我沈家。好，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便保你沈家百年富贵。动手！楚宁，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今日要劫粮草的？因为粮草的消息就是本王派人散布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上钩。果然，你们真够愚蠢的。你，只要我今日杀了你，我就不算数。动手！
你的刀怎么会这么利？这可是本王专门改良对付你们大赵的秘密武器，专杀你们这种贱人。哼，就算你今日杀了我，迟早有一天，大赵也会把大楚给覆灭了。真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大赵的虚实啊？上次大战之后，虽然我大楚败，但你大赵也是损兵折将，根本没有灭国的能力，所以才想着和谈拖延时间，对不对？等等，我们可以谈的。其实我挺喜欢你的，可惜我们分属不同阵营。放心，我会送你一家上路团圆。你居然不杀我！我不杀女人。别杀我！你是太子，我当然不会杀你。不过，腿，我的腿！一个残废，以后可当不了太子。这就是和我为敌的下场。带走，走！厨娘，前线是长红伯的地盘，你别太得意。本宫等着看你的下场。过几日，本王就要去边境了。我等你回来。你就不怕我一去不回？既然已经压住了，那就该放手一搏。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说你无赖吧，你做事却井井有条；说你讲道理嘛，你却又经常无理取闹。我看不懂你。那你可得小心了，通常都是从产生好奇开始的。答应我，活着回来。只要我活着回来，第一件事就娶你入洞房。蓬莱郡王接旨。陛下有旨，边关告急，蓬莱郡王立刻赶往边关，不得有误，钦此。儿臣接旨。我会在京城保护好婉莹姐的，你要早点回来。好了，你也别整日围着婉莹转了，是时候该找个男人了。我才不要呢！我这一生只敬佩英雄，比你差的我一个都看不上。那你怕是要孤独终老了？那你将我一起娶了呗，反正婉莹肯定不会介意的。你说，朕让自己的儿子去前线送死，是不是太没人性了？作为大楚子民，就该为大楚牺牲，皇子更应如此。陛下无需如此，或许蓬莱郡王能反败为胜。反败为胜？说说大将军那边的情况吧，朕让他
调集郡兵训练一事，如何了？大将军正在厉兵秣马，全力训练郡兵。不过，大将军侧重训练骑兵，这比步兵的训练时间长很多，短时间怕是上不了战场。派人催促大将军，尽快将骑兵训练成军。待楚宁打完这一仗，消耗大赵实力，他就可以带着郡兵上前线一战，届时就攻守一行了。陛下英明。楚宁，别怪朕，这便是皇家。朕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利用，常洪博，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楚宁聪慧，待他回京之时，这天就要变了。我该走了。出发！驾！宿主出发主线征战任务，率军攻陷大赵王朝10座城池，完成即可领取超级大礼10万大雪龙旗。只要10座城池，便可获得10万龙旗。有了这10万铁骑，踏平大赵，横扫天下指日可待。殿下，吁！可有什么要留下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远走山河。